嘿，律政鬼见愁上线了哎！林大律师，今天准备把哪个倒霉蛋送进去？免费法律咨询，连线接通，现场解答，是逆天改命还是雪上加霜？搏一搏吧。我怀疑这律师是对方的卧底。我这个金牌律师穿越成了律政鬼见愁，这开局还能再地狱点吗？检测到宿主强烈生存欲望，律政先锋系统绑定成功，完成法律咨询，基础奖励500元，胜诉将根据案件影响力获得巨额奖励与技能点。哎，系统有意思啊！林律师，救救我儿子乐乐吧！他被那3个天杀的打断了手，学校不管，警方说是自己摔的，官司也输了，我真没办法了。是大海说那个霸凌案找林默，完嘞，悬着的心终于死了。王大海，你儿子王乐乐左手骨折，全身多处挫伤，但司法鉴定都是摔伤，对吧？你怎么知道？因为对方根本没直接动手，而是胁迫了你儿子，这叫胁迫自伤，完美规避了直接伤害罪。我操，这分析神雷，他怎么知道的？这案子我能反，但你要完全听我的。现在立刻来我律所。完成1次法律咨询，奖励500元，已到账。校园霸凌，这次我让你们体验一下什么叫法网恢恢。林律师，我们来了，您说怎么干，我们都听您的。乐乐，他们是不是说过，如果你不去玩那些危险游戏，就去骚扰你同学，比如吴佳？啊，你怎么知道吴佳？我还知道，你为了保护别人才一次次屈服。乐乐，你不是懦弱，是勇敢。常规途径我们赢不了，因为他们钻了法律的空子，所以我们要帮他们把这种在法律边缘试探、知法犯法的侥幸心理，变成实打实的教训。怎么做啊？利用他们的贪婪。乐乐，下次田荧光和你收保护费，就说你爸放了笔钱留在家里给你用，但你要分5次呢。如果他们要问为什么分5次，啊，我就说家里每周只给我这么多零花钱。聪明，记住，贪婪会让他们自己走进坟墓的。哈，这不是武中有名的大学霸乐乐的好朋友吗？走，哥儿几个带你玩点刺激的。天哥，算了，我跟你去玩，你让焦文栋回家吧。哟，王乐乐，今天怎么这么懂事啊？天哥，能不能商量个事儿？我家里有钱，能不能放过我跟我朋友？你家有钱？有多少钱？我爸给我留了一笔零花钱，我能拿出来就放在家里抽屉，但是一次只能拿1万。看见没？这怂蛋开窍了。走，一起去。现在价格涨了，1个月1万，下周准时交。人家的案子，你的对手是林默，稳赢。这个案子呢，就给你练练手啊。林默，那个律政笑话。爸，这种案子我闭着眼睛都能赢。林默，
找我什么事儿啊？哦，王大海的案子。我劝你有点自知之明，早点撤诉，免得自取其辱。黄律师，你斯坦福的导师没教过你跟前辈说话要放尊重。你，林墨，你别嚣张，我们法庭上见真章。要是他们遏制不住自己的贪念，拿钱的次数达到5次以上，数额巨大，那就是入室抢劫了。小朋友，法庭上我会教你们什么叫法律的。10万真的只剩下1万了。妈的，你敢耍我！我送。下周一准备好2万块，知道了吗？成功收集关键性证据，入室抢劫铁证，奖励经验值1000点，金钱5000元，案件社会影响力评级提升。5万块，5次入室，数额巨大，情节恶劣，证据链齐了。这种小案子，对方律师还是林墨那种货色，开庭半小时就能结束战斗，你好好学学，什么叫专业碾压？黄律，您可是斯坦福的高材生，打林墨还不是手到擒来啊？田总，放心，这个案子我已经吃透了，林墨翻不了天。什么？他跑去法院立案了，还告我们抢劫？真是狗急跳墙了。没事，让他告，正好让他再尝尝失败的滋味。居然告抢劫，真是病急乱投医。也好，这次我要让他林墨彻底滚出法律界。你好，我起诉田英光、许志毅、裘天磊罪名：入室抢劫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申请不公开审理部分未成年人细节，但核心证据申请庭审公开播放。林律师，你确定是入室抢劫？这确定。法律面前，证据说话。我对我提交的所有材料负法律责任。蠢货！林墨提交了5段高清视频，证据链完整。你之前是怎么调查的？这就是你说的稳赢？黄律，这肯定是林墨设的局，是钓鱼执法。我们可以从这个点攻击他。现在只有这条路了。庭审时抓住钓鱼执法和证据链合法性往死里打。另外，我已经让公关部发动舆论，先把水搅浑。明白，我一定在法庭上撕碎他。我们坚信法律公正，坚决反对这种践踏司法尊严的卑劣行径。这分明是钓鱼执法。老子给你放点血！清者自清，真相法庭上自会揭晓。顺和律师事务所只站在事实和法律一边。林律师，有些人你惹不起，识相点儿，把证据原件交出来。是田中人叫你们来的，知不知道恐吓律师罪加一等啊？喂，你们几个？姑奶奶，姑奶奶别打了，姑奶奶饶了我吧！南方政法大学大四学生夏琳，嫉恶如仇，正义感强，勇敢、冲动，执行力强，曾因行事冲动被多家律所拒之门外。你是律师？你这下班也太晚了啊！还好我今晚吃撑了，出来消食碰到了你。夏琳，南方政法大学的大四学生，
你身手不错，有没有兴趣来我的律所实习呢？兼职保镖。现在开庭，请原告方宣读起诉状。被告人田银光、许之义、裘天磊先后5次闯入受害人王乐乐住所，以暴力胁迫方式抢劫共计人民币5万元。其中第4次，被告人田银光持刀进行威胁，情节极其恶劣。我方以入室抢劫罪等罪名提请法庭依法严惩。审判长，我方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这完全是原告方律师林默精心策划的钓鱼执法，这是引诱犯罪。审判长，对方律师在无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公然指控同行引诱犯罪，涉嫌诽谤。我申请记录在案。警告，被告律师，请围绕证据本身发表意见。好，即使视频真实，也无法改变其来源的非法性。被告人是在被诱导下。审判长，我方证据清晰显示，被告人是主动、多次并且持械进入被害人家中，强行取走钱财。这是否构成入室抢劫？法律自有定夺。请问对方律师，我国刑法哪一条规定，被诱导就可以合法的入室抢劫了？我申请对视频进行司法鉴定。申请合理，准予。但在鉴定结果出来前，庭审继续，请原告方继续举证。下周一准备2万，少1分，老子给你放点血。爸，审判长，此证据充分证明被告人犯罪手段恶劣，对未成年受害人造成了极大的身心创伤，入室抢劫，罪证确凿。审判长，即便有抢劫行为，但金额认定有待商榷，而且我的当事人年少无知。被告律师，你是在质疑司法鉴定机构的专业性，还是在为犯罪行为开脱？现在休庭，合议庭将对证据及双方意见进行评议，下午继续开庭。爸，鉴定结果出来了，视频是真的，我们完了。闭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死咬林默钓鱼执法，攻击他的人品，把水搅浑，就算输也要拉他垫背。搅浑，对，搅浑。继续开庭。被告律师对证据05持刀威胁视频是否有新的质证意见？审判长，即便视频真实，也改变不了其来源的邪恶。这是原告律师林默处心积虑设下的圈套，是引诱我的当事人犯罪的钓鱼执法，其心可诛。林默，你身为律师，却行此卑劣手段，你还有没有职业操守？审判长，对方律师在对关键证据无异议后，一再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涉嫌诽谤，并严重扰乱法庭秩序。我申请记录在案，并保留追诉权利。警告，被告律师黄轩，你的言行已多次逾越底线，若再有无端攻击，本院将考虑请你离席。审判长，事实就是林默他是个……审判长，我问被告人田银光一个问题：你拿着抢来的钱，在你所谓的18岁成人礼派对上挥霍一空时，有没有想过，法律也在那天对你成年了？我过生日怎么了？老子满18了，爱怎么花怎么花。审判长，被告人亲口承认，其最后一次一级持刀入室抢劫行为发生在已满18岁之后，应负完全刑事责任。未成年人保护法已不适用于此案主犯。您在庭审中完成致命一击，锁定主犯完全刑事责任，正义威慑效果显著，奖励经验值15000。律政先锋系统升级至 LV3， 解锁新技能洞悉之眼，可以小幅提升察觉对方言语漏洞与情绪波动的能力。
站住！庭审重地，闲人免进。滚开！臭丫头，我们找林默。警官，这几个人持械冲击法庭，未已制服，人赃并获。法庭调查结束，现在进行最终陈述。审判长，我方当事人年少无知，是社会不良风气的受害者，请求法庭念在初犯，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审判长、审判员，本案看似是一起简单的校园霸凌，实则是一场关于法律尊严、关于校园进步、关于正义是否能够真正得到伸张的较量。我的当事人，一个年仅16岁的少年，身上11处骨折，次次被认定为自己摔伤。是谁给了他这2次、3次、无数次的伤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反思。而今天，我们用铁一般的事实和证据撕开了所有的谎言与伪装。这不是什么钓鱼执法，这是让罪恶在法律的阳光下无所遁形。法律从来不是恶人的保护伞，而是悬在每一个潜在犯罪者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它的存在，就是要让施暴者付出代价，让受害者获得慰藉，让公平正义得以彰显。综上，我恳请合议庭依法对被告人田银光、许志毅、裘天磊予以最严厉的判决，以正国法，以安民心，还校园以清净，还少年以公道。院长，主犯判死刑，舆论压力会不会太大了？毕竟还刚满18岁。压力？如果我们今天因为压力而手软，明天就会有千百个田英光变得更加有恃无恐，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不重判不足以平民愤，不重判不足以正法纪。判！那量刑就按照林默提请的来。数罪并罚，主犯田英光死刑，缓期2年执行；其余2组犯有期徒刑25年。民事赔偿部分，支持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被告人田英光犯抢劫罪、故意伤害罪，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许志毅、裘天磊。委托奖励100万元到账，经验值巨额提升，系统等级提升至4级。现在知名度是打开了，但大部分案子都太普通了。老板，你现在是超级名人了，咱要不要搞个粉丝见面会？我们是律师事务所，不是娱乐圈，不过是得组建一个更专业的团队了。宿主声望达成，声名鹊起，团队功能开启，请招募专属法律助理1-1，当前成员夏琳，战斗调查助理，请继续招募专业法律人才。各位朋友，老规矩，免费法律咨询。林律师，救命啊！我老婆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骗了我1000万，现在要离婚分家产。她找的律师是那个宁红。你慢慢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一切都是假的，富2代身份更是假的。结婚后就拼命花我的钱，不用我结了账，现在要离婚抢钱。林律师，只有你能救我了。
夏哥，你来我律所，详细说。这个案子我接了。林律师，你看，所有转账记录、聊天截图都在这儿了。宁红给他出的主意，什么 PUA、制造共同债务，全是套路。婚前伪装富二代身份，婚内疯狂敛财，制造债务，逼迫结账，这是有组织、有预谋的骗婚团伙。宁红果然是他的手笔。太可恶了，这种人就该抓起来。夏哥，对方很专业，我们需要更充分的证据，尤其是宁红指导他诈骗的直接证据。我偷偷录过一些吵架的音频，不知道有没有用。有用，还不够。在婚姻法框架下，很难直接定他的诈骗罪。我们必须跳出框架，正面打离婚官司，我们铁定吃亏。必须刑事、民事双线并进。宁红的行为早已超出普通律师的范畴，他是在系统性的教唆、组织犯罪。老板，你是想……没错，我们需要拿到他那个女性财富密码线下课程的内部证据，证明其具有精神控制、教唆诈骗的性质。我们就可以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一旦刑事立案了，这起离婚官司自然不战而胜。您制定了颠覆性诉讼策略，以刑代民，思路清奇，奖励金钱5万元，经验值1万。老板放心，我混进他明天下午的思想会，一定把证据拍回来。注意安全，发现不对立刻撤退，你的安全第一。明白。喂，李默刚赢了个小案，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告诉你，嘉哥的案子你碰不得，有些浑水趟了是会死人的。浑水才好摸鱼。宁红，这次我会让你和你背后的势力知道什么叫做法律的铁拳。我们法庭上见。江海市初级法院现在开庭审理原告张有才诉被告王雪离婚纠纷一案，核对双方当事人到庭情况，请原告方陈述诉讼请求。审判长、审判员，我方诉讼请求如下：第一，控告被告王雪犯诈骗罪，其以结婚为名，虚构富二代身份，骗取我方当事人感情与巨额财产。第二，控告王雪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原告实施冷暴力、胁迫结扎等行为，构成家庭暴力。第三，控告王雪非法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原告律师，你方确认是以刑事罪名提起诉讼？确认，这是起诉状及相关材料。非法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数额特别巨大。这林默不按常理出牌呀，这不是民事案件吗？直接刑事起诉。离婚案打刑事控告，这符合程序吗？有点意思，看来这小子是打算跳出婚姻法的框架，从根子上解决问题。继续看。各位网友看到了吗？林默律师这一手叫诉讼申维，他不跟你纠缠离婚那点财产怎么分，直接控告对方犯罪。如果诈骗罪成立，婚姻自动无效，还分什么财产？主动权瞬间逆转。林律师牛逼，还能这么玩？告他，把骗子送进去。原告方，请简要陈述事实与理由。事实很简单，王雪伪装身份，以婚恋为诱饵进入一段婚姻，其唯一目的就是榨取对方财产。
这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诈骗行为本质无异。所谓婚姻，只是其诈骗的包装和工具。反对，审判长，对方这是在混淆视听，污蔑我的当事人。被告律师，请注意法庭纪律，会给机会你方答辩。我方将出示一系列证据，证明王雪及其背后的组织是有预谋、有步骤地实施此类婚恋诈骗。这不是简单的情感纠纷，而是有组织的犯罪行为。本庭已记录，下面进行举证质证环节，请原告方出示证据。首先，关于非法转移财产，这是过去2年间王雪从我方当事人账户转走资金的流水记录，总计超过1100万元。部分转账被注为投资、家庭开支，但最终均流入王雪及其关联人的账户。被告方对这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何异议？审判长，对于这份证据的真实性，我们没有异议。但是这恰恰证明了所有转账均获得原告张有才先生的事先同意，这完全是夫妻间的正常财务往来。听到了吗？这是原告亲口同意，这能叫非法转移吗？审判长，我方有几个问题想问被告王雪。王小姐，请问这段录音发生在什么时间？当时你是以什么理由索要这笔钱的？类似的录音，你手里还有多少份？反对，对方律师在诱导性提问。反对有效，原告律师请直接质证。好，审判长，我方申请提起合议庭注意，这段录音恰恰证明了王雪的欺诈性。他以虚假的投资项目为名，骗取对方同意转账。更重要的是，我方有证据显示，王雪是在系统性的指导下，专门选择在我当事人进行重要直播、无暇细究的时刻提出此类要求的。这是一种利用对方注意力分散进行的欺诈。审判长，这只是对方的臆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存在的所谓系统性指导。是吗？那么请审判长允许我方出示下一组证据。这组证据将揭示，被告王雪并非单独行动，他的背后有一个专门传授此类诈骗技巧的组织，而该组织的头目正是被告方的代理律师宁红女士。胡说，诽谤！林墨，你这是狗急跳墙！被告律师，控制你的情绪。原告方，你方指控非常严重，请立即出示证据。下令。这里有一段视频，拍摄于3个月前，由我方调查员潜入一个名为“财富密码”的线下课程里，课程主讲人就是宁红女士，她在那里的身份是金牌导师。姐妹们，婚姻法就是我们的提款机，要善于利用男人的弱点，在他们最松懈的时候拿到你应得的财富。审判长，各位审判员，视频清晰显示，宁红律师不仅亲自传授诈骗话术，还组建了层级分明的组织。他鼓吹的向男人拿钱是天经地义，婚姻是财富跳板等言论，具有明显的教唆性和系统性，这已远超普通律师咨询的范畴。基于这份核心证据，我方正式追加诉讼请求，控告被告宁红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以及教唆诈骗罪。他利用其律师身份和专业知识，系统性的培训组织成员，以婚姻为工具进行诈骗活动，社会危害性极大。假的，都是假的！林某，你伪造证据，你这是非法偷拍，不能作为证据。被告律师宁红，请注意你的行为，否则本庭将以藐视法庭罪处理。好家伙，这林墨直接把对方律师给告了，还要送进去。这证据如果属实，宁红这律师算是到头了。不仅仅是律师资格的问题，如果这个组织的运作模式被坐实，那就是典型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特征了。林墨这小子捅破天了。审判长，关于证据合法性问题，该课程是公开售票的商业讲座，我方调查员付费入场，
录制设备并未被禁止带入，整个过程合法公开，不存在非法偷拍，证据来源合法。合议庭评议认为，原告方提交的视频证据在目前阶段予以采信。李默，你够狠，但你别得意，你以为你赢了？现在继续开庭，被告方律师对于原告方提出的新证据及指控，你方有何质证意见或新证据提交？审判长，我方有重要新证据提交，这是由权威机构出具的王璇女士的精神疾病诊断证明，证明其在婚姻期间因长期遭受冷暴力，已患有重度抑郁及精神障碍。一个精神病人如何能构成所谓的诈骗？原告方的指控完全是无稽之谈。审判长，我方对此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恰恰相反，这份诊断书正是指控宁红律师涉嫌教唆、利用限制行为能力人犯罪的关键佐证。你胡说！请问宁律师，一个被你方描述为重度抑郁、精神障碍、认知能力受损的患者，如何能独立完成如此复杂缜密的伪造身份、情感诱导、精准选择转账时机，甚至系统性转移巨额资产这一系列高智商犯罪操作？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背后有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在进行组织、策划和教唆，而这个人就是熟知法律并能轻易操控王雪的您，宁红律师。您利用他的病情作为掩护，行诈骗之实，这才是真正的间接正犯。不是这样的，你这是强词夺理。审判长，被告律师，请直接回应原告律师的质疑。王雪的精神状况是否影响其作案能力？这需要专业鉴定。审判长，无需鉴定，证据链已然清晰。若王雪病重无法负责，则宁红是主犯；若王雪装病，则二人是共犯。且宁红涉嫌伪造证据，无论如何，宁红都难逃法网。这是一个他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死循环。合议庭已记录被告方辩解苍白，逻辑难以自洽。本案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原则在此不适用。现在休庭15分钟，合议庭进行评议。这个林默思路太刁钻了，宁红这次是在劫难逃了呀。确实，无论精神病是真是假，宁红都完了。只是组织邪教罪是否量刑过重，毕竟是全国首例，证据确凿，社会影响极其恶劣。若不重判，如何震慑校友者？林默是在替天行道，我们法院更不能手软，所有责任我来承担。现在进行最终陈述，原告方律师，请。审判长，我的陈述很简单，法律的意义在于惩恶扬善。今日若放纵以法律为工具行骗之辈，明日必将律法尊严践踏殆尽。请法庭明正典刑，以警校友。被告律师宁红，轮到你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全体起立。本院宣判，被告人王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巨额财物，构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涉案赃款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张有才。被告人宁红作为职业律师，本应维护法律尊严，却组织领导以骗取钱财为目的的犯罪集团，传播犯罪方法，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括号邪教性质）、诈骗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吊销其律师职业证。我不能进去，我是金牌律师，你们不能这么判。林默，是你害我，我跟你拼了！
下令。明白。警官，嫌疑人当庭行凶。李默，你不得好死！我做过也不会放过你。应律师，送你进去的不是我，是你自己的贪婪和对法律的亵渎。监狱才是你这种法律人最好的林律师，真是太感谢你了！今天还好有你，你简直就是我张有才的再生父母。闪哥，赢了！恭喜宿主赢得关键诉讼，社会影响力巨大，奖励金钱100万元，经验值加5万，律政先锋系统等级提升至 LV5， 解锁新技能深度分析。老大，我们发财了！接下来是不是要换个大点的地方？没错，是时候有个像样的根据地了。准备一下，我们去江海国际大厦看看。林律师，这间视野开阔，装修豪华，特别符合您现在的身份呢。看看那间。小英，爸已经发话了，这律所今天必须关，跟我回去和郑家联姻，别再搞这些没出息的事。三哥，我的事不用你管，我只想为那些请不起律师的穷人打官司。打官司？你看看你混成什么样子，连租金都交不起了，还学人家做慈善，呵呵，简直是邱家的耻辱！你干什么？是他，乳母杀人案的王浩辩护律师邱英。看什么看？没看过处理家事啊？滚远点！你怎么打女人？我就打了，怎么着？她是我妹，我还不能管教了？看什么看？没看过处理家事啊？啊！滚远点！打人涉嫌故意伤害、毁坏财物，涉嫌寻衅滋事，需要我帮你普法吗？你谁呀你？多管闲事！邱英律师，你好，我是林默，我对你正在代理的王浩案很感兴趣。林默律师，果然年少气盛。我是邱和，邱英的父亲。你想插手我邱家的家事和那个毕书的案子？林律师，你的名气我听过，但你想插手我邱家的家事和那个毕书的乳母案，凭的是什么？爸，跟他废什么话呀？他刚才还纵容手下打我！闭嘴，不成器的东西！林律师，我给你一个全身而退的机会，你现在离开，我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邱老爷子，我不是在插手你的家事，我是在为一位有理想、有坚持的同行争取一个公平的机会，同时也是在为一个可能蒙受不白之冤的年轻人寻找一线生机啊！爸，我的事不用你管，王后的案子还有希望，他不是穷凶极恶的杀人犯。希望？你看看你现在，众叛亲离，连租金都交不起。你坚持的理想给你带来了什么？只有失败和穷困。跟我回去，接受家里的安排。邱老爷子，成功的前提是坚持。邱律师坚持到现在，不就遇上我了吗？遇上了你？你觉得你能赢那个铁安？不试试怎么知道？不如我们打个赌。赌什么？就赌这个乳母杀人案的2审。
如果我赢了，这间律所以及里面的所有东西免费租给我使用3年，并且您不能再强迫邱律师做他不愿意的事情，尊重他的选择。爸，别信他，他算什么东西啊？年轻人胃口不小。你要是输了呢？如果我输了，我立刻离开江海，永不涉足律师行业，而且我会亲自劝邱律师回家的。林律师，好，赌了。不过赢的标准不仅仅是法院判决，更要看社会舆论是否认可你的辩护。如果你能做到让舆论反转，就算你赢。成交。林律师，谢谢你。但是这个案子太难，1审我们输得很彻底。难不代表没有机会。夏玲，帮忙收拾一下。邱律师，把王浩案的所有卷宗材料拿给我，现在就要看。1审的辩护策略太理想化了，强调对方是黑社会，王浩是反抗暴政的英雄，但证据链对王浩极其不利。凶器上的指纹、现场痕迹，公诉方指控他持刀蓄意杀人的逻辑很完整啊。是，我知道有很多漏洞，但我找不到更有力的突破口。突破口也许不在案卷里。邱律师，你调查过死者赵武的哥哥，那个叫赵龙的人吗？赵龙，调查过一些，他开了一家所谓的新媒体公司，但感觉和案子关系不大。关系可能很大。这种放高利贷逼人拍不雅视频的团伙，往往会留下自己的犯罪证据，找到他可能就是翻案的关键。不好，是赵龙他们。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儿子杀了我弟弟，这钱你们更得还，不然就让你这哑巴女儿去拍片还债。住手！哟，我当是谁？原来是林大律师。怎么，这种穷鬼的案子你也接？哎呀，不如跟我干，1年给你这个数。保护好人。非法入侵住宅，威胁他人，证据确凿。赵龙，你是自己滚，还是等警察来的？好，林墨，算你狠，我们走。邱律师，我妈妈和姐姐怎么样了？赵龙有没有再去骚扰他们？放心，我们刚去过你家，他们暂时安全。安全有什么用？我杀了3个人，死定了。邱律师，林律师，你们别管我了，会连累你们的。王浩，抬起头！如果你真的没做错，就不要放弃。告诉我，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是怎么拿到刀的？我是捡的，是赵武他们拿刀要捅我妈妈，我拼命挣脱绳子扑过去抢刀，混乱中才……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说的话每一个字都可能影响判决，你需要对我们绝对诚实。我发誓，如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1审时，我极力主张王浩是夺刀反杀，但公诉方出示的证据，包括现场痕迹和刀具来源鉴定，都指向王浩是主动持刀寻仇。最关键的是，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王浩是夺刀。问题就在这个直接证据上。赵武那帮人作恶多端，不可能不留痕迹。赵龙的那个新媒体公司极有可能保留了当初逼债甚至凌辱王浩家人的视频资料。老大，你的意思是赵龙手里可能有当时的录像？很有可能，那种人渣有拍不雅视频的癖好，难保不会记录下整个冲突过程。只要录像能证明是赵武先动刀，王浩就有救了。但赵龙怎么可能把这种对自己不利的证据交出来？不需要他交出来，我们可以让他主动拿出来。
老大，赵龙回话了，他承认有当天冲突的完整录像，虽然没明说内容，但暗示能看到刀是怎么到王浩手里的。开价100万，他真的拍了。这个疯子，果然不出所料。回复他，价格可以谈，但要先验货片段。好，等等，老大，我们真买啊？哪来100万？谁说要买了？拿到他承认有录像的证据，以及他试图出售的证据就够了。邱律师，联系你熟悉的可靠的刑警，准备申请搜查令吧。这是非法获取的证据，但可以作为线索，让警方依法去搜。我明白了，我这就联系孙警官。林墨，乳母案的水很深，不想身败名裂，就趁早收手。看来有人坐不住了，动作要快，必须在他们销毁证据前拿到录像。林律师，邱律师，证据确凿，这份录像足以改变案情性质，你们好自为之。谢谢孙警官。没想到这里真的能重开，而且是以这种方式。老大，邱姐，我们这算不算是正义者联盟？联盟可以，名字太中二了。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了。邱律师，欢迎正式加入。谢谢你们，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打赢这场官司。录像铁证如山，王浩是夺刀反上，防卫的意图和行为都很清晰。现在的问题是，一审公诉人汪聪。汪聪律师在业内很有名，以手段强硬不择手段著称。一审时，他多次打断我的辩护，引导法官忽略对王浩有利的细节。哼哼，恐怕不止如此。我仔细研究了一审记录，他提交了几份所谓证人证言，时间点和细节存在明显矛盾，很可能是伪造的。他这么急于盯死王浩，背后恐怕不只是公诉人的立场吧。老大，你看，网上突然冒出很多新证据，说王浩之前就有暴力倾向，还说他家人也不是好东西，这肯定是那个汪聪搞的鬼。意料之中，这说明我们拿到关键证据的消息可能已经泄露了。他在制造舆论，给二审法官施压。检测到宿主成功组建核心团队墨影律师事务所，团队凝聚力初步形成，奖励团队技能协同分析，小幅提升团队处理复杂案件时的效率与洞察力。新任务：正义的灯塔进入关键阶段，请在二审中为王浩争取最大程度的公正，奖励是任务完成度发放。邱律师，准备一下，明天我们再去见一次王浩。另外，是时候召开一次正式的案情发布会了。我们要把真相主动抛出去。王聪，不管你背后是谁，这次你选错对手了。二审法庭上，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法律较量。赵夫人，看到网络上公布的新证据了吗？看到了，看到了，这个好啊，不仅可以扫清我死去儿子的坏名声，是不是还可以证明那个该死的王浩是故意杀人？铁定的，等着看好戏吧。哎呀，王律师，我说你怎么这么沉得住气呢？原来还藏着这种劲爆的证据呀！没有凌辱的证据，王浩的正当防卫性就大打折扣，法官的同情分也没了，这简直是绝杀呀！这下要是坐实，王浩死刑立即执行没跑了吧？林墨不过是个有点小聪明的愣头青，正好用他这块垫脚石，让咱们的名声再上一层楼。林律师，这帖子来势汹汹，你怎么看？帮助聋哑少女寻找工作，只是纯粹的诡辩。哼，是啊，什么温柔催债，帮忙找工作还债，赵武那帮人渣能干出这事儿？我恨不得现在
就去揍死这个发帖的。关键点在这里，检方原来的证据只是说未从王艳母女身上提取到证明强奸的有效证据，但这个发帖人直接偷换概念，论证成王艳母女未受凌辱。凌辱只有强奸一种啊！啊，他们这是在玩文字游戏，那这对我们影响大吗？如果我们没有那份录像，这份被曲解的检方证据会对我们非常不利。不过，现在正好帮我们看清了对手是谁。邱律师，发帖人的背景查到了吗？是公诉律师汪聪，这是他过往经手的一些有争议的案件资料。这个人问题很大。汪律师，请回应一下化工厂案受害者家属的指控。对于富二代肇事案，您收取高额费用为其脱罪，作何解释？王律，是林墨，他刚才让人发了一个您的黑料合集，现在全网都在讨论。无稽之谈，这些都是对我个人的恶意重伤，我所有的辩护行为均合法合规，请关注案件本身。老大，他还在嚣张。很好，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林律师，我明白了，开庭前发黑料不是为了扳倒他，是为了干扰他的心态。没错，庭审如战场，心态一乱，再高的水平也会打折扣的，尤其是他这种习惯掌控一切的顶级律师。现在开庭，请上诉方律师陈述上诉请求及理由。审判长、审判员，我方诉讼请求有三：第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我方当事人王浩无罪，理由是其行为系正当防卫，符合刑法第20条之规定。第二，我方有证据表明公诉人汪聪律师涉嫌伪造、变造证据，已不具备担任本案公诉人的资格，我方申请将其驱逐出庭，并追究其伪证罪责。第三，因检方失察，聘任不合格的公诉人，对我当事人造成巨大精神损害与名誉损失，我方要求检方公开道歉并赔偿。肃静，上诉方律师，你清楚这些诉求的严肃性吗？尤其是指控公诉人伪证。审判长，反对，这是污蔑。林墨，你有证据吗？证据当然有，不过按照程序，似乎还没到举证的阶段吧，汪律师。你综上所述，王浩系蓄意报复杀人，我方坚决要求维持原判，死刑立即执行。审判长，我方证据出示完毕，充分证明王浩罪大恶极。上诉方是否有新证据提交？审判长，我方申请当庭播放一段关键录像证据。哼，录像，故弄玄虚，允许播放。故弄玄虚，希望你看完还能笑得出来。上诉方律师对此证据有何说明？审判长，此录像清晰还原了案发经过，证明3点：一，王艳母女确遭凌辱；二，王浩系被捆绑，生命受到威胁后夺刀反杀；三，根本不存在所谓王浩携刀蓄意杀人。汪律师，你提交的所谓王浩持刀杀人的关键证人证言从何而来？检方证据清单里可没有这一项。你胡说！那是我与证人深入核实后，核实还是伪造？审判长，我方申请核对公诉方证据来源。经核实，王聪律师，你提交的该份证言确非检方原始证据，请你解释。我是为了完善证据链，这不能算是伪证。审判长，我这有录音。没错。这就是我和8个证人经过详细探讨后还原出的当时的真实情况。听见了吗，汪律师？还原，用虚假证言还原真相，这就是你所谓的完善证据链吗？肃静！公诉人汪聪，你涉嫌伪造证据，扰乱司法秩序，本庭现剥夺你本案公诉人资格，法警将其带离法庭等候处理。林律师，太好了！
王聪这个障碍清除了，让他嚣张，活该！别高兴太早，扳倒王聪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才是真正的硬仗，论证王浩的正当防卫。对方肯定会换人，继续死磕防卫过当。审判长，关于防卫过当的指控，我方有不同的法理见解。正当防卫的界限不应该如此的僵化理解。以前这种案子，想都不敢想正当防卫能成立。是啊，法官基本都是判防卫过当，致人死亡就直接是故意杀人，顶多轻判。但林默律师这次的司法解释太清晰了，简直无懈可击啊！这个世界的司法建设和前世昆山龙哥案之间很像，王浩案就是打破僵局的那把钥匙。罗老师，王浩被判无罪的可能性大吗？林律师的论证非常完美，但想判正当防卫仍有难度。不过，这确实是打破第20条僵化判例的一次绝佳机会。以往太多本该是自卫的案件，判了重刑，令人痛心。但大家要冷静，即便防卫过当，也属正常。判正当防卫难，判正当防卫，这没有先例呀，还是杀3人。稳妥点，还是防卫过当。林默的解释无懈可击，这就是最标准的正当防卫。主要是没参考力，心里没底。我给最高法院打个电话，这或许是个机会。首席，林默律师对正当防卫要件的阐述非常精准合理。看来大家都没意见，那就让江海高院直接判。这个解释可以作为日后类似案件的范本。另外，把这个案子列入指导性案例，让全国的法律人都学学。现在进行最终陈述，公诉方请。审判长，我方认为王浩连杀3人，即便对方是黑社会，也罪不至死，其行为远超必要限度，是赤裸裸的报复，应予以严惩。上诉方请陈述。审判长，法律追求公平，请问王浩一家作为弱势群体，在被逼到绝路之前，他们得到法律的保护了吗？反抗暴力如果也成为犯罪，那法律的意义何在？王浩的行为完全符合正当防卫，如果连这都要被判有罪，那法律保护的是谁呢？没错，现在宣判，王浩的行为符合刑法正当防卫之规定，不构成犯罪，无罪，当庭释放。公诉人汪聪伪证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5年。本案例将由最高法院列为指导性案例。第一步成了，接下来该打造我们自己的堡垒了。王先生，无罪释放什么感受？林律师，你认为这个判决是司法的进步吗？谢谢你啊，林律师，你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呐。阿姨，使不得，这是我们该做的。快起来，你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汪聪，你个坏蛋，永远被钉在吃肉柱上吧！快叫救护车！林律师、邱律师、夏助理，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好好生活，照顾好妈妈和姐姐，就是最好的感谢。赔偿金下来，把家里修整一下，让姐姐和妈妈做点小生意吧。恩人呐，谢谢，谢谢。走吧，我们也该回我们自己的家看看了。哇，老大，这地方好大，视野超棒。这里以前很热闹的，以后会更热闹。邱律师，有兴趣合并吗？你的爱心律所并入顺和，我专门为你成立一个公益诉讼部门，资金从律所收益里出。哇，
老大，你要包养秋姐啦？是合作。邱律师的专业知识和理想，值得更好的平台。好，林律师，谢谢你，我愿意。律所核心团队扩充成功，奖励经验值，解锁新功能，律师实力测评，初始积分120。律师实力测评可以查看潜能，正好看看夏玲这丫头到底多大能耐。夏玲综合潜力评级 SSS 级，极高风险，极高回报。特质：超凡格斗天赋，局内洞察力，心理抗压能力。部分信息未解锁。SSS 级，这丫头真是个宝藏啊！林律师，不知是否关注过彭城精神病杀人案？此案极为棘手，彭城检方压力巨大，不知林律师是否有意介入？精神病人连杀数人，因鉴定无罪，因罪极大。这案子水太深了。罗老师，请发我详细案卷，我需要评估。刚打完一场硬仗，又来一个地狱难度的挑战，但这个机会。这个蒋武连杀3人，伤者数人，但所有鉴定都显示他是重度精神分裂，无刑事责任能力，现在只是强制治疗，彭城民怨沸腾。太惨了，难道就让他这么逍遥法外？关键点在于如何突破精神病无罪这个铁律，常规辩护思路。除非能证明他是装病，或者有人在背后教唆。还有一个理论，原因自由行为。啥意思啊？简单说，就是一个人故意让自己陷入精神失常的状态去犯罪，比如明知道自己有病还故意停药，或者用其他的方式刺激自己发病。这个角度很大胆，那理论上存在可能，不过取证会非常困难。再难也得试试。罗大想把这个案子推荐给我们，是信任，也是机会。如果能拿下，我们律所就算真正在影集圈子里立足了。清音综合评级 A+，核心优势：公益诉讼专精，坚韧执着，共情能力强。发展潜力 A+，需专注领域深化。学法是技师，夏玲是骑兵，律所框架算是初步搭起来了。应聘者 A， 诉讼潜力 C， 非诉潜力 B。应聘者 B， 诉讼潜力 B， 非诉潜力 C+。看来真正的人才还得挖掘和吸引。张厚才，非诉业务潜力 S 级，合同审查、合规风控、商业谈判专精，诉讼权利 C， 中程度待评估。哎呦，张律师，稀客啊！林律师，恭喜啊！听说您这儿缺人？缺，尤其缺张律师您这样的非诉人才。怎么样，有兴趣过来一起干吗？待遇好说。算了，谢谢你了，林律师。老大，你挖黄坚城的墙角？良禽择木而栖，我们也需要补齐飞速业务的短板。对了，你那边蒋武家的调查有进展吗？有，蒋武他爸那个蒋老大不像表面那么惨，他跟那片区的拆迁公司老板称兄道弟，而且我怀疑蒋武第一次杀人的时间点跟拆迁队去逼迁的时间特别近。果然有猫腻，继续查，注意安全。林律师，彭城的水很深，你当咱们脚跟，别自找麻烦。有些人你惹不起。水深才好摸鱼。准备一下，我们去彭城，这趟浑水肯定。蒋武重度精神分裂，
连杀3人，司法鉴定白纸黑字，无刑事责任能力。目前只是强制医疗。3个受害者：老郑头、卖卤肉的新婚小夫妻，还有肉铺的赵大哥，都来自顺丰中心菜市场。这巧合太刻意了。精神病人杀人，不就白杀了吗？这怎么打？有个法律理论叫原因自由行为。举个例子，一个人明知自己喝醉了会闹事打人，还故意喝得烂醉如泥，然后真的打了人，你说他该不该负责？那必须负责啊！这不是借酒行凶吗？林律师，你怀疑蒋武是原因自由行为？他知道自己发病会失控，却故意诱导自己进入那种状态去杀人。这是一种可能性。如果他能够自主控制，或者有人能诱导他进入发病状态，那精神病就不是免死金牌。当然，这需要铁证。正因如此，才要试试。邱律师，王浩案的后续赔偿和起诉照下，你来负责。这个新案子，我主攻。好，交给我。我还有罪，可他也是受害者呀，从小被欺负，不把他当人看，我倾家荡产给他治病，赔了180万还是借的。他现在清醒时就闹自杀，我宁愿法律判了他，让他解脱呀。哼，卖惨博同情。算了算了，都惨，何饶人处且饶人呐。他惨，那我老婆就白死了。人命关天，岂是几滴眼泪能磨平的？这个蒋父不简单，他在引导舆论。林律师，这是3年租约，按您的要求拟定的，管理费每年3万，您看？看来你家老爷子说话算数，这地方归我们了。爸爸，这是认可我走自己的路了吗？办公地点落定，下一步就是招兵买马，充实这个根据地了。哇塞，老大、秋姐，这落地窗，这视野，我们真在这办公了吗？我不是在做梦吧？这里会是我们新的开始。牌子挂上，业务也要跟上。邱律师，公益诉讼部需要人手，给你配个助理。律所刚起步，能省则省，我自己多忙点没事儿。人才投入不能少，特别是某些特殊人才的潜力得挖掘。老大，晚上我请客，庆祝乔迁，吃大餐。哟，林大律师，鸟枪换炮搬这儿来了。哎呀，小心步子太大，别到时候连物业费都交不起，那可就难看了。黄律师，有空操心我，不如多操心操心你自己吧。听说贵所的飞速业务最近麻烦不小啊。王总，合同第17条风险点在于，李经理，您说的那个并购案，反垄断申报需要 S 级的潜力当月薪6000的牛马哟。黄建成，你这刀磨得可真快啊！张哥，还没吃吧？一起吗？边吃边聊啊。张哥，我律所刚开张，正缺人呢。像你这样的人才过来帮我，底薪这个数。2万，底薪2万5，负责法律咨询，每单还有15%的提成，干得好，月入3、4万不是问题啊。连律，你别开我玩笑了。我没开玩笑，黄建成是你亲戚，但他把你当成廉价劳动力，来我这儿，我给你应有的报酬和尊重。对不住啊，连律，我不能。谢谢你的好意啊。张哥，是不是有什么为难的地方？让我们帮你想想办法。老大是真心想请你过来。我知道他们压榨我，可是我爸尿毒症，1周要透心3次。我妈心脏搭桥，等着钱做2次手术。黄建成说借钱给我，可那利息比高利贷还黑啊！
没办法，我只能靠替他卖命，才能这么凑凑合合的养活这个家。太不是东西了！张哥，来我们这儿，老大说了，只要你来，预支工资给叔叔阿姨治病，我们绝不让好人被钱难死。张哥，夏玲说的确实也是我的意思，怎么样？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林律师，你真愿意让我预支工资给我爸治病？当然，我相信你的潜力。林律，我来，我跟你干。张厚才，你敢辞职？反了你了！给我点头！你看哪家律所敢要你？王律师，厚才兄现在是我顺和律所的人了，离职手续按劳动补办，不要拦着。林默，你挖我墙角！行，要按员是吧？我给你按员，你把张厚才留下。我要你永源律所所有杀人，你给吗？王总，合同一直是小张看的呀。他走了，这违约条款我喂，厚才兄，我们走。林默，搞我儿子又挖我的人，我跟你没完！林律，你从哪儿找来的宝？业务能力很扎实。哦，黄坚城那儿请来的。蒋武案3个受害者都住这儿，都在拆迁范围，这不是巧合。我怀疑拆迁公司利用蒋武的精神病当清账工具。你马上去彭城查蒋家背景，特别是和幸福地产旗下拆迁公司的关系。老大，你怀疑借刀杀人？小心点，对方是地头蛇，手段可能不干净。明白，搞情报潜入调查我拿手。这次加工资不？干好了，奖金翻倍。那照片、录音、文字报告。果然，幸福地产好一招精神病产定呢。彭城检方压力巨大，案件陷入僵局，希望你能提供法律援助，可否尽快来彭城一趟？罗老师，资料已初步研判，案情重大，我即日动身。把精神病当成杀人工具，这次我要掀翻的不只是一个凶手，而是整条黑色的产业链呢。这位是林默律师，是不是拆迁队的人威胁你们，说如果不谅解蒋武，就让他再从精神病院出来，对你们剩下的邻居亲戚下手？你咋个晓得？顺丰菜市场的拆迁款，你们没拿到多少吧？承诺的安置房、幸福家园烂尾了，对吧？他们用蒋武杀鸡儆猴，逼你们这些钉子户屈服。林律师，这些你怎么知道的？我们之前一点风声都没。红姐，现在信了，带我去那个幸福家园看看吧。老大，基本摸清了，蒋武他爹蒋老大跟幸福地产旗下拆迁公司项目经理称兄道弟，拆迁队用蒋武专门对付带头抗拆的人，安置房烂尾，拆迁款压到市价30%，无法无天，简直无法无天。有人要跳楼，是林峰老郑头的女婿。小倩，爸，是我没用，守不住我们的家。林峰，别做傻事，我们有希望了。这位是林默律师，他很厉害。跳下去容易，一了百了。但你想过没有，你死了，幸福地产的老总会在哪儿？可能在5星级酒店吃香的喝辣的。你的死，除了让你的亲人更痛苦，能伤到他们1分1毫吗？那我能怎么办？他们都是一伙的，所有方法我都试过了。法律要是有用，我们会变成这样。官商勾结，我们投诉无门。
以前的法或许没能保护好你们，但现在我来了，信我一次，别求死，跟我一起用法律这把刀，把那些吸血的蛀虫一个一个告上法庭，把他们送进去。李律师，你真能扳倒他们？不是扳倒，是审判。你下来，我们需要你活着作证。半年前，顺丰菜市场，那是我们几百户人的饭碗。幸福地产看中这块地，低价强拆，承诺的安置房现在成了烂尾楼。他们还派了蒋武那个疯子。洪检察官，情况清楚了，这不只是精神病杀人案，是涉及几百个家庭生存权的系统性问题。我们需要快，常规取证太慢，等不起。林律师，你的意思是？双线施压，第一，明线。云芳，你立刻组织所有能动员的人去，不是小打小闹，要把事情彻底闹大，让全城全网的视线都聚焦过来。林律师，之前也抗议过，没用，大家怕报复。这次不一样，舆论就是压力，压力够大，藏在暗处的人才会慌。不仅要你们小区的人去找也被幸福地产拖欠工程款的施工队，找所有受害者，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第二，暗线。洪检，我们立刻以教唆罪起诉江武全家，用重刑的威慑撬开他们的嘴，逼他们为自保吐出幸福地产的犯罪证据，这比我们慢慢找快得多。好，就按你说的办。检察院这边我来协调。起诉蒋武全家，由你林默担任公诉律师。林律师，拜托了。放心，正义这次我们亲手夺回来。总裁，林峰那边有动静，在串联人，好像要去市政楼抗议。另外，检察院的洪云和林默律师接触频繁。跳梁小丑，跟洪云一起的是那个刚打赢乳母杀人案的林默。林默，哼，找死！老大，你都快看2天了，要不歇会儿？你可以先休息。那不行，万一你猝死了，谁给我发奖金啊？扣奖金。我错了，老大。洪姐，你上次输在太老实，非要证明蒋武行凶时清醒，结果被对方的精神鉴定报告压死。我们不能再掉进同一个坑了。那你的意思是？换个角度，不纠结他清不清醒，研究他为什么会疯，谁能控制他疯。明天去精神病院实地看看。看，他大部分时间很安静，但每次狂暴前都有类似的前兆动作。老大，卫生间有变态！夏助理，你太乱来了。不，他乱来的正好。老大，对不起，我又闯祸了。闯得好，立功了，加奖金。啊，老大，你气糊涂了。林律师，这……我们一直想证明蒋武作案的时候是清醒的，但对手的精神鉴定报告太完美，硬碰硬我们赢不了。但夏琳这一脚给了我们新思路，关注他如何从静到疯的转换机制，调取蒋武入院以来的所有监控，特别是他每次发病前的细节，一帧一帧的看。这里，每次他情绪开始不稳，都会进卫生间。老大，他不会是在打？很有可能，这不是简单的病态行为，这可能是他自我诱导的仪式。快，找清晰角度的监控。这个角度应该最清楚。真的是通过来切换人格。找到了，原因自由行为的铁证。他知道怎么做会让自己发疯，
然后去做，再去，这就不是精神病，是预谋犯罪。这也行？那太变态了！幸福地产，皇家人，严惩凶手，公正司法。废物，都是废物，连个律师和一群刁民都搞不定。叶公，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让这个林默立刻消失，还有那些抗议的，给我压下去。王总息怒，林默找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切入点。不过，越是惊世骇俗的理论，在法庭上越难被传统法官接受，这反而是我们的机会。让他闹得越大，等他庭审上拿出来吃屎论的时候，摔的就越惨。林律师，红姐，数据模型显示，蒋武这种行为模式重复率极高，且转换前后生理指标、心率、激素水平突变，具有高度规律性，不像纯粹的病发。这就够了，这证明他有意识地利用特定行为来进入犯罪状态，这是典型的原因自由行为。林律师，这个证据太挑战常规认知了，法庭上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只有足够震撼，才能撕开对方铁桶般的防御。立刻准备起诉材料，同时让林峰那边把火烧得更旺。各位乡亲父老，我王福耀对不起大家，是我管理不善，让手下人干了混账事，大家的损失我幸福地产一力承担，按制房立刻复工，欠款3天内结清。别信他，他是骗人的。王福耀这一手，舆论要反转了。哼，正好他跳出来，靶子就更清楚了。夏玲，老大吩咐，用新账号把我们剪辑好的幸福地产与精神病杀手不得不说的故事视频发出去，重点突出王福耀和蒋家的关系。来热搜，用鹏城检察院的经费给我顶到榜首。明白，搞舆论战，我在行。红姐，申请开庭，就利用王福耀制造的这波热度，我们打他个措手不及。邱律师，准备一下，以我们律所的名义正式起诉幸福地产，诉讼请求就往破产清算那个方向写。起诉幸福地产还破产清算？林律师，就我们？没错，就是你，这是明修栈道，把业务的主力吸引到你这边，我这边才好暗度陈仓啊。我明白了，这场硬仗我打。罗老师，您找我？红姐，你和林默怎么回事？不是说好只打蒋武的官司吗？怎么现在邱英律师也高调宣布起诉幸福地产了？这局面是不是搞得太大了？罗老师，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林默律师是我们聘请的公诉人，但他的律所合伙人要做什么，我们检方确实不便干预。把电话给林默，我跟他说。罗老师，我是林默。林默，你和邱英是不是太冲动了？幸福地产水深得很。罗老师是来劝我收手的。唉，劝？我哪有资格劝你？年轻人不气盛叫年轻人吗？打，我支持你打。我打电话是想问，需不需要我提供点法律支援，比如幸福地产法务团队的一些内部情况。谢谢老师，支援不必了。不过，如果你有学生在幸福地产法务部，我建议他们最近考虑一下跳槽。你小子，行，那我简单说两句。他们首席法务叶顾是个厉害角色，团队精英云集，你这3线开战正中了他们下怀，他们人力充足，完全可以应付。罗老师，我明白您的担心，但我自有安排。红姐，申请3场庭审同时开庭，高院蒋武案，中院邱英诉幸福地产，初院张厚才诉蒋武父母及拆迁队，时间就定在3天后。3场同时开，林律师，这会分散我们的精力，反而方便了叶顾他们分兵应对啊。哼哼，要的就是他们分兵，按我说的做吧。王总，林默那边有动静了，他申请3场官司同时打。
哦，同时打，他哪来那么多人？公诉蒋武案是林墨自己，起诉我们公司的是邱英，一个公益律师。起诉蒋武父母和拆迁队的是一个叫张厚才的新人，之前只做法律咨询，毫无庭审经验。王总，林墨这是在虚张声势，想用全面开战的架势吓唬我们，可惜他这是以卵击石。你觉得他到底想干什么？蹭热度，博名声，输了不亏，赢一场就血赚。但这种小伎俩，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不值一提。王总放心，我已经部署好了，重点防守蒋武案。只要这场赢了，林墨就彻底完了。其他2场随便派几个人就能应付。好，叶库，蒋武必须无罪，我要林墨身败名裂。邱律师，谢谢你能来，大家就指望你了。邱律师，能拿回一点是一点，让孩子们有个住处就行。钱不钱的，我老头子不在乎了。邱律师、林律师，真的还能让蒋武那个畜生受到审判吗？我孙女不能白死啊！大家放心，林律师没有忘记蒋武的案子，他已经在准备庭审了。我们这边也会尽全力为大家争取应有的赔偿。蒋武案，我一定追查到底，还受害者一个公道。邱律师，说实话，我们真的能赢吗？幸福地产太强大了。林墨，你把最难的战场交给我，我只能尽力为你付出，剩下的看你的了。林律师，幸会。带这么点人，是准备放弃治疗了？哼，打官司又不是打群架，人多有什么用？叶律师带这么多人来，是怕自己输得太难看，需要人多壮胆吗？哼，牙尖嘴利，希望你在法庭上也能这么能说会道。我们走。老大，他们太嚣张了。别急，好戏还在后头，我们也进去。现在开庭，请公诉人陈述诉讼请求。审判长，我方请求：一、判处被告人蒋武死刑；二、判令蒋武及其家属赔偿3名受害者家属共计600万元。辩护人，审判长，我方请求很简单，驳回公诉方全部诉讼请求。我方出于人道主义，愿意支付60万元丧葬费。双方开始举证质证。公诉人，请出示证据。请法庭播放证据1：蒋武在精神病院的监控录像。审判长，各位，蒋武并非单纯的精神病人，他是通过使奋这一特定行为自主诱发暴虐人格，然后实施犯罪，这是典型的原因自由行为，应当承担完全刑事责任。反对，公诉人观点荒谬，这完全是主观臆测，如何证明蒋武吃屎前就有杀人意图？综上所述，公诉人无法证明蒋武在行为前具有犯罪意图，其所谓原因自由行为不成立，请法庭驳回其全部指控。审判长，我方需要补充关键证据，申请休庭2个小时。准予休庭，2小时后继续。林律师，这就顶住了，找证据，甚至找借口了。林律师，你来了。你是？审判长，我是原告方联合代理律师林墨，刚刚结束高院的庭审，特地赶来参与本案审理。这是我的委托手续。法官，他怎么能随便进来？我反对。肃静！被告代理人，根据法律规定，原告方可以委托多名律师。林墨律师手续齐全，可以参与庭审。反对无效，继续。
情况怎么样？林律师，你来了太好了。我们提交了居民口供和冲突照片，但对方说都是间接证据。明白了，交给我。被告方，你们还有没有要补充陈述的？没有了。原告证据不足，请求法庭驳回起诉。原告方，审判长，我方申请提交新的关键证据。审判长，这些证据足以证明蒋段夫妇并非他们声称的可怜父母，而是与拆迁队勾结、教唆，利用患有精神病的儿子蒋武对维权居民进行暴力威胁的共犯。他们明知蒋武驶入五五后会狂暴伤人，却故意为之，其行为已涉嫌故意伤害、教唆乃至故意杀人的间接正犯。胡说！你伪造证据！审判长，鉴于案件出现重大转折，嫌疑人可能涉嫌更严重的罪名，我申请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补充侦查，并对蒋段夫妇采取强制措施。同意，休庭。将被告蒋段某某某暂押，本案移送彭城检察院。后才干得好，这边缺口打开了，现在该回去给叶大律师一个惊喜了。控辩双方辩论激烈，本庭需要时间合议，休庭2小时。林律师，你的10份论很精彩，可惜啊，法官似乎不太买账啊，需要这2个小时去找新灵感吗？不劳叶律师费心，我确实需要去取一份关键证据。嘉玲，你留在这里，叶律师团队有任何动向，随时通知我。明白，老大，你放心去。张律师，你方指控我的当事人蒋段先生教唆杀人，除了这些模糊的聚餐照片和所谓的施工队老板单方面口供，还有任何直接证据吗？如果没有，我请求法庭驳回这项荒谬的指控。审判长，我们还有。审判长，抱歉来迟。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林墨，受本案原告方追加委托，担任联合代理律师。这是委托手续。林墨律师，你的手续符合规定，允许你加入本案审理，请就坐。反对！审判长，这不符合程序，庭审中途怎么能随意增加律师？张律师，民事诉讼法第58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委托1至2人作为诉讼代理人。我方当事人追加委托我，完全合法。还是说，张律师对自己的业务能力不自信，害怕多一个对手？反对无效，庭审继续。林律师，你可以参与接下来的程序。审判长，我方申请当庭播放一组新的视频证据。准许。审判长，各位，这段录像显示，被告蒋段夫妇与施工队老板关系密切，并非如对方所言的不熟。反对！公证人想用吃饭录像证明什么？吃顿饭就是同伙吗？这完全是主观臆测。当然不是，请播放证据2，并注意同步录音。今天情况怎么样？还剩几户硬骨头没签？就剩林峰、钟潇那几户了。强兄，你家小五这法宝真好用，吓跑了不少人呐。嘘，小点声，隔墙有耳。林墨，你他妈偷录我们，这是非法证据！蒋先生，请控制情绪。这段录音来源于餐厅公共区域的安保系统，并非窃听，来源合法。审判长，这段录音足以证明，蒋段夫妇不仅与施工队老板熟悉，更是暴力拆迁事件的共谋者。他们清楚地知道蒋武被用作清账工具。被告方，你们对此有何解释？叶律师，不好了，林墨他没回检察院，他跑去了初级法院了，正在参加蒋婷夫妇的庭审。
什么？初级法院？他怎么敢？那边现在什么情况？他拿出了新的录音证据，直接指证蒋段夫妇是共谋，张魂律师完全招架不住啊！声东击西，真正的目标一直是蒋武的父母。快，申请高院庭审延期，马上叫车去初级法院。审判长，这还不够，请播放最关键的证据：鹏城精神卫生中心提供的蒋段先生探望其子蒋武时的监控录像。这不是违反，这是投毒，是启动杀人机器的开关。蒋段，你明知蒋武使用无物后会狂暴伤人，却故意为之，你就是教唆杀人犯，是间接正犯。林诺，你！审判长，现有证据链已初步形成，被告蒋段夫妇涉嫌教唆杀人犯，事实清楚。我方申请将本案移送检察机关补充侦查，并对二人立刻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同意公诉方申请，休庭。法庭将被告人蒋段某某某羁押，本案移送鹏城检察院侦查。听着，现在唯一能救你们的办法，就是咬死你们也有精神病，遗传的。我这里有之前准备好的盖了章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书复印件。对，精神病，我们全家都是精神病，小武就是遗传我们的。记住，接下来无论检察院怎么审，鉴定机构怎么测，你就给我往疯了演，胡言乱语，行为乖张。只要最终的鉴定结果支持你们有精神疾病，你们就能活命。蒋段，证据确凿，坦白是你唯一的出路。交代幸福地产王福耀是如何指使你们的。糖，吃糖，蝴蝶飞飞。怪，妖怪，别过来！装疯卖傻，看来叶姑给他指了条明路啊。综上所述，蒋段夫妇教唆其子蒋武杀人，事实清楚，证据链完整。审判长，我方有权威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精神疾病鉴定报告，证明我的当事人蒋段夫妇患有重度精神分裂症，具有家族遗传史，其所做一切行为均是在病发状态下无法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依法不应负刑事责任。审判长，鉴于被告方提出精神病鉴定为持公正并查明真相，我方申请对蒋段夫妇进行与本案另一关键人物其子蒋武同等标准、同等严格程度的专业司法精神病鉴定，并根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申请对鉴定过程的关键环节进行全程网络直播，接受社会监督。反对，鉴定过程涉及个人隐私及医疗伦理。他们的儿子蒋武能接受如此严格的鉴定，为何他们不能？既然是遗传，就更应该接受同等标准的检验，让全社会看看这精神病是真是假，是否真能成为逃脱法律制裁的免死金牌。反对无效，未查明案情，本庭准许公诉方申请。鉴定工作将由本院委托的省级权威鉴定机构进行，并对部分不涉及过度隐私的测试环节进行直播。休庭，立即办理移交鉴定手续。各位网友，我是本次鉴定过程的解说员林墨。我们将严格按照蒋武当年的鉴定流程，对蒋段夫妇进行测试。第一项，环境耐受与行为偏好测试。根据蒋武的鉴定记录，他对类变环境及物质表现出超长的亲近感和耐受性，请二位受试者根据指令进入指定区域进行行为观察。我不去，这是虐待，杀人了！好玩，舒服。大家注意观察，真正的病理性偏好往往会表现出一种沉浸式的异常愉悦，而蒋段先生的反应更像是
一种表演性的过度补偿。鉴定员，请记录受试者行为与病态喜好特征存在差异，表演痕迹显著。第2项测试，饮食偏好测试，这是根据蒋武的喜好特制的流质食物。在之前的鉴定中，蒋武对此类食物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进食欲望。受试者蒋段进食过程伴随明显的生理厌恶反应，如面部扭曲、干呕，与病理性渴求表现不符。受试者蒋七拒绝进食，抗拒行为强烈。可见遗传的表现形式似乎并不一致。第3项，对活物的应激反应测试。记录显示，蒋武当时是对这些活物来者不拒的。好玩，打沙包，打死你！哈哈哈！受试者蒋段行为具有明显表演性和指向性，疑似通过攻击他人制造混乱来转移测试焦点，并非病态下的无意识失控。他在极力模仿他儿子当时的暴力，但破绽百出。真正的病态往往更加纯粹。最后一项，极端环境下的耐受与应激反应测试。蒋武当年在此状态下，会持续自我伤害，直至力竭。别装了，蒋段，你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你是清醒的。你太听话了，直播时我说的每一个测试项目，你都在精准表演。真正的精神病人根本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的配合。再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叶顾为了救你，把高级法院那边你儿子蒋武的案子彻底撇下了。现在那边只有我的助理夏玲在对付。你说，没有叶顾那个豪华律师团保驾护航，你儿子会不会被判死刑啊？你们蒋家可能真要整整齐齐，一个都跑不掉，断子绝孙。我说，我什么都说，我是王福耀，是幸福地产支持的，我都交代，求你给我个机会。都是王福耀，他和叶顾安排的。他们说，利用小武的病去吓唬那些不肯搬的钉子户，出了事他们能摆平。说是精神病杀人不犯法。第一次杀了钟宵的孙女后，王福耀还说小武这把刀真好用，干净没风险。施工队的老板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他是王福耀的白手套，负责给钱，也是他出的主意，说喂点脏东西小武就能干活，更听使唤。口说无凭，指证王福耀需要实实在在的证据。我有。有一次他们在我家喝酒，我怕他以后赖账，偷偷用手机录了音。还有，王福耀让叶顾通过海外公司给我打钱的记录，不是直接打给我，是打给我一个远房亲戚的账户，再转给我的。U 盘藏在我家老屋灶台下面的砖缝里。蒋段，你的口供和后续起获的证据会成为指证王福耀、叶顾的关键。至于你，法官会根据你的立功表现依法判决，这是你唯一的机会。林律师，成了，指向王福耀和叶顾的直接证据链基本形成了，我马上向检察长汇报，申请签发逮捕令。怎么回事？蒋段那个废物怎么会开口？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精神病鉴定都搞不定。王总，我也没想到林墨这么狠，直接用直播鉴定来心理逼供。现在检察院那边可能已经……王福耀、叶顾，你们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现在正式逮捕你们。
老大，牛逼！王耀福和叶孤都被抓了，皇上都炸了。林律师，我们真的做到了。林律，辛苦了。林律师，谢谢你为我们讨回公道。林墨干得漂亮，这一仗打得漂亮，堪称经典，整个法律圈都震动了。哈哈，罗老师，谢谢。但这个只是开始，打掉了王福耀和叶固幸福地产背后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还没彻底挖干净。大家辛苦了，休息3天，然后准备下一场仗。林律师，这次幸福地产案你们打得漂亮，为我们彭城清除了一个大毒瘤。为表谢意，也为了长期合作，检察院决定与贵律所签订的这份独家公诉合作合同。红检过奖，正义得以伸张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合作愉快。红检，这次合作我还有个不情之请，我们律所的张厚才律师在飞速业务和证据梳理方面能力卓越，此次案件也功不可没，希望能为他争取一个检方特聘律师的岗位，便于日后更紧密的合作。没问题，张律师的资料我看过，他是个人才，年薪就按120万的标准定，怎么样？红姐，林律，我厚才，这是你应得的。以后律所的飞速业务和部分公诉案，你要多挑担子。张哥请客，必须米其林3星。好，我知道了，继续留意。终于可以休息几天了。老大，咱们去哪儿庆祝啊？这次确实该好好放松一下。江海一中号称高考工厂，学生可真辛苦。是啊，每年都有几个扛不住压力的。根据公开数据，该校近5年学生心理问题发生率远超省内平均水平，但升学率也确实高。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有些不幸却是被系统性的制造出来的。李律师、夏琳姐，你们太棒了！这次彭城之行，我们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感谢大家的付出和支持。这个月奖金翻倍，但是胜利不是终点。我们顺和律所的宗旨是为无声者发声，为弱者维权。只要社会还有不公，的战斗就不会停止。休息3天，然后准备迎接新的挑战。秋姐，老大好像又有新目标了。他从来不会满足于眼前的胜利。夏玲，进来一下。老大，啥事儿？交给你一个任务，这几天你私下了解一下这里的情况，特别是学生近期的状态，注意方式，不要声张。明白，调查摸底嘛，我在行。去吧。另外，让后才明天开始接手所有正在跟进的飞速案件，你从旁协助，让他尽快熟悉。是。高考工厂，希望我的预感是错的，否则又是一场硬仗啊！彭城案后续的工作，特别是与检方对接，由后才全权负责。律所现有的飞速业务也逐步移交给你。后才压力会很大，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林律，我一定全力以赴。夏玲，你协助后才，同时跟进几个公益诉讼的咨询。秋英，你负责筛选新的案源，重点关注教育、医疗领域的民生案件。明白。哇，张哥，你这效率真是核动力驴啊！快点，再快点，再加把劲儿，脚步跟上。江淑娟，昨晚没睡觉吗？晃晃悠悠像什么样子？江淑娟，男日丧志，这是什么东西？这是最关键的时候，老师这样做也是为你好。下次再让我看见你玩这些小玩意儿，就叫你家长来。林律师，要去江海一中，最近有好几个孩子，如果再没人愿意帮帮他们，他们可能真的要承受不了了。
具体怎么回事？能详细说说吗？老大，我打听到了，江海一中最近1个月，光是1个年级就有3个学生因压力过大请假去看心理医生了，有几个已经吃上抗抑郁的药了。果然，光鲜的升学率下面是学生所背负的难以想象的心理压力。林律师，刚收到几封咨询邮件，都是匿名反映江海一中教学方式问题的，语气很绝望。看来不是孤立事件。夏玲，继续查，但务必小心，不要打草惊蛇。明白。轩轩啊，别磨蹭了，赶紧把这套卷子做完，妈待会儿来检查，好不好？你看对门小丽，这次模拟考又前进了5名，妈妈也心急啊。轩轩啊，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我跟你爸这么辛苦是为了谁啊？你要给妈争点气。妈，我累了，让我休息一会儿好不好？累什么累呀？哪个高3的不累？坚持过去就好了。妈知道你累，但你也要体谅妈妈呀。我们为了帮你好好补身体，让你跟上高3的强度，多照顾你呀。你看，爸爸又炖的汤，快写啊！写完了早点休息。关心我？你们真的关心我吗？我好想离开你们，可我逃不掉，都逃不掉。那给你吃吃，我看你晚饭又没吃多少。谢谢，阿明。可是我真的，我不知道，我好怕呀，我怕我撑不到高考了。别瞎说，我们约好的，一起考去南方，离开这里，去看海，去看星星。拉钩，谁都不许掉队。阿明，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觉得可以忘掉那些压力，我才觉得自己还活着。叫高3一班班主任杨华，还有江淑轩、陈安明的家长，立刻到我办公室来，立刻！看看，这就是我们学校的优秀学生，光天化日躲在后山搂搂抱抱，成何体统？学校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混账！老子花钱是让你来学校谈恋爱的！不要脸的东西！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赔钱货？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互相指认，是谁先勾引谁的，说清楚了，学校可以从轻处理，否则一律开除学籍。不关淑轩的事，是我找他的，要开除就开除我。还挺有担当。行，江淑轩、陈安明违反校规，行为不端，影响极其恶劣。经学校研究决定，即日起开除学籍，马上收拾东西，滚出学校。王苏，你们眼里只有分数，从来没有把我们当人看。打死你了！保安，把这2个人给我拖出去！老大，刚得到的消息，江海一中开除了2个高3学生，一男一女，理由是早恋，影响恶劣。具体怎么回事？听说是在学校后山被监控拍到了，女孩叫江淑轩，男孩叫陈安明，学校态度非常强硬，直接开除。后山监控，直接开除，这不是简单的校规处理，这是杀鸡儆猴，是系统性的精神压迫，极限的表现，事态比我想象的更严重啊！夏玲，想办法，我要尽快接触到这2个学生和他们的家人。明白，我这就去。微光刚刚出现，就被雷霆掐灭，这所学校到底藏着多少黑暗？混蛋玩意儿！老子花光积蓄送你进最好的高中，是让你去谈恋爱的，还敢顶撞主任，老子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哎呦，别打了，孩子知道错了。
安民，快给你爸认个错！我没错，我和江淑轩是清白的，我们又没做什么，是他们冤枉我们。还敢嘴硬！现在立刻跟我回去，跟王主任磕头认错，求他让你回去读书，不然你就别进这个家门。轩轩，你太让我们失望了！早知道你是这种不知廉耻的东西，我们当初就不该生你。淑轩，你一直是我们的骄傲，怎么能做出这种事？让我们在亲戚面前怎么抬头？我说了，我们没谈恋爱。没谈恋爱，监控都拍到了，手都拉上了，你还狡辩？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被学校开除，这辈子就完了，你对不起我们这么多年的付出。王主任，孩子小不懂事，您大人有大量，别跟他一般见识。安民，快给王主任道歉！王主任，是我们家淑轩不好，他也是被带坏的，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机会？我给过他们了，是他们自己不珍惜。像这种道德败坏的学生，留在学校只会带坏风气，必须开除，以儆效尤。王俊，你根本不配教学生！反了你了，滚！都给我滚出去！这个吃人的地方，我受够了。阿民，这孩子一点也不懂事儿。只羞耻的东西！混账！不用再进城了，没有你这样的儿子。学校我去不了了，这家我也回不去了，大不了我去打工。此事安民。什么？小海一中2个学生出意外了，地点在哪里？我马上到。林律师，我姐姐和明哥都在抢救，求你一定要为我姐姐做主呀！是他们逼我姐姐和明哥出了这样。你不要血口喷人！是你们，我要告你们，告你们故意杀人，共同谋害了我姐姐和安明哥。这个案子我接了。姐姐每天学习到凌晨，早上6点就要起来跑操，班主任动不动就训斥他们，还把姐姐唯一的爱好魔方踩碎了。她和安明哥只是在后山说说话，就被说是早恋，开除学籍。爸妈回家也不停地骂他。林律师，求求你告他们，告这所高考工厂，告这些只知道计算分数的刽子手，也告爸妈，是他们一起逼死了姐姐和安明哥。林律师，告父母，这在国内司法实践上非常罕见，难度极大，而且很容易引发伦理争议，舆论会对我们非常不利。可是秋姐，难道就因为难就不告了吗？那些当爸妈的就能随便逼死孩子不用负责？从法律角度看，证明父母的行为与子女自杀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非常困难，需要极其充分的证据链。这个案子不仅是为了给淑轩和安民讨一个公道，更是要揭开唯分数论和家庭软暴力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这种系统性的压迫不打破，那会有无数个淑轩和安民的。告！学校、相关老师、双方父母一个都不能少，难度大才更需要我们去做。顺和律所接的就是这种别人不敢接的案子。
朱英，签署委托书。朱英，你负责梳理所有关于教育侵权的法律条文和案例。夏令，你和我一起，立刻开始搜集证据，重点是学校的规章制度、老师的言行记录，以及书轩日记里提到的细节。否则，你查阅所有关于监护失职、精神侵害导致严重后果的判例。是。对不起，下位人员不得入内。我们是律师，受家属委托调查江淑轩、陈安民同学的相关情况。领导说了，无可奉告，请你们离开。拍照记录下来，这些都是证据。联系之前匿名举报的学生和家长，约在外面见。林律师，我们孩子也在那个学校，压力太大了，动不动就请家长，说孩子心态有问题。王主任经常在大会上骂人，说考不上重点的都是废物。杨老师也总说我们对不起父母。谢谢你们愿意站出来，这些情况对我们很重要。老大，拿到一段监控，是二人出事前在教务处走廊和王苏发生冲突的片段。虽然没声音，但能看到王苏的态度非常恶劣。林律师，关于监护侵权的法律依据我整理好了，但直接论证故意杀人还是太牵强。直接定故意杀人确实难，我们的策略是论证学校和父母长期系统的精神压迫与2名学生的意外结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指控他们构成侵权和监护失职，并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特别是学校方的管理责任，这同样是在为他们讨还公道。准备起诉材料，明天一早就去法院立案。这是姐姐最喜欢的，被踩坏了，她偷偷捡回来藏着的。淑轩、安民，我会用法律替你们问一句，为什么？被告有江海市第一中学、王梭、杨华，还有陈国栋夫妇、杨泽夫妇。林律师，您这是？证据充分，诉讼请求明确，请依法立案。啊，好的，材料我们先收下，是否符合立案条件需要审查。重报，知名律师林默代理江海一中学生车祸，却把学校和车祸学生的父母都告了。支持林默大佬，这种吃人的学校早该告了。告父母？太过分了吧！现在的孩子心理也太脆弱了，一点小事就要死要活的，这也要怪父母？看来事情不简单，坐等真相，让子弹飞一会儿。林默，你给我出来！你凭什么告我们？你自己没孩子吗？挑拨我们家庭关系！林律师，我们敬你是个人物，但你这样做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这里是律所，请你们保持冷静，有话好好说。赶紧滚开，让林默给老子滚出来！陈先生，你要是再动手，我可就不客气了。我的起诉是基于事实和法律，如果你们认为我诬告，可以在法庭上反驳我，在这里闹事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林律师，你也是为人子女的，怎么能这么狠心啊？淑轩走了，我们不难过吗？你们难过，我相信，但淑轩和安民在意外车祸之前，你给过他们难过的机会吗？你们的难过能让他们从抢救室醒过来吗？宋克，我们法庭上见真章。这个林默怎么惹上他了？赶紧，我们找最好的律师，一定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件事情的影响降到最低。校长放心，我已经联系了红郡律所，他们说已经派了最好的律师过来。黄律师，这次就全靠您了，务必不能让林默得逞。王主任放心，林默，哼，老朋友了，这一次我会让他知道，法律不是他一个人玩的游戏。哼，告父母真是异想天开。林律师，对方请了黄坚成。黄坚成，他不是在永源律所吗？
听说他之前因为某个案子处理不当，被永元踢出来了，现在去了红郡。看来他是冲你来的。意料之中，对手越强，这场官司才越有意思。正好这一次，我们新账旧账一起算。通知大家，准备迎战。这场官司我们要打的不仅仅是输赢。黄真诚，你代表的是旧有的冷漠的秩序，而我要为那些被这秩序压垮的生命撕开一道口子。起诉啊！林墨他妈的，竟真的起诉了，非法拘禁、虐待学生，还他妈有故意杀人未遂，荒谬，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们可能马上就要面临警局的拘传。高老子故意害自己儿子，狗屁不通！天底下有这种道理吗？林墨这个王八蛋，我跟他没完！无法无天，简直无法无天！我们为人父母，呕心沥血，竟然要被诬告杀人！张顾问，你们律所必须派最顶尖的律师来，不惜一切代价打赢这场官司。各位稍安勿躁，我们红郡律所高度重视此案，已经紧急协调了，只是不用协调了，这个案子我亲自接。黄建成大律师，您不是永元律所的创始合伙人吗？怎么会屈尊来接我们这个案子？永元？哼，那是过去式了。现在我是红郡律所的职业律师，说说情况吧。我要知道林墨到底搞了什么名堂。林墨，又是你！上一次你把我逼出永元，害我身败名裂。这一次，我要你在你最得意的领域身败名裂。我们新账老账一起算。江教授，你的表情不对，你现在的心情不是愤怒，应该是委屈，是痛心。江教授，你想象一下，你毕生心血培养的女儿不仅不理解你，还被外人误导来起诉你，你多年的教育成果毁于一旦，这种心痛的心情。陈先生，眼泪，我要看到眼泪。想想你起早贪黑省吃俭用图什么？不就是为了儿子出息吗？现在儿子生命垂危，你还被扣上了要害他的帽子，你这心里的苦得让所有人看见呐。广大网友们，你们评评理，我陈国栋一辈子本分人，累死累活就是为了我儿子啊！林墨律师他起诉我们故意杀人未遂，我怎么可能害自己儿子呀？我们是真的爱淑轩啊，从小到大最好的都给他，我们只是希望他好。林律师这样控诉我们太委屈了。太可怕了，这根本不是陈述事实，这是赤裸裸的表演。黄坚成完全是在利用和放大他们内心深处那份对孩子投资失败的不甘和委屈，来表演父爱和母爱。他们为了赢，真是不择手段。支持父母，严父慈母有什么错？林墨这种行为不过是哗众取宠。看着父母哭成这样，我心都碎了。林墨还是人吗？不是吧，这味道不对呀！这视频剪辑的太完美了，像是在看苦情剧。重点难道不是学校压迫吗？怎么都在骂林墨？水军刷屏吧，不要迷糊事件的重点呐！林律师，舆情对我们非常不利，很多原本支持我们的声音也被淹没了。黄坚成这一手太毒了。林律，刚接到通知，又有3家合作方和我们律所提出解约，理由是担心我们近期的舆论风波可能影响到他们的企业形象。什么？这已经是今天第5家了，他们怎么都……后才回复道，社和律所尊重他们的决定，解约流程按合同走。另外，告诉财务，这些主动解约的，以后再想合作，报价上浮50%。明白，林律，
我这就去办。老大，你怎么还涨价？他们这明显是看我们遇到麻烦就落井下石。夏玲，危机，有危才有机呢。黄坚城搞这一出舆论战，看似在打压我们，实际上是把这起案件的热度炒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黄坚城是在帮我们筛选真正的合作伙伴，那些轻易就被舆论左右的人，也不会是我们需要的门路。经此一役，还能留下，才是值得长期合作的伙伴。而我们的声望只会比现在更高。老大，是永盛体育的运营总监廖云。接，开免提。夏律师吗？我是廖云。请问林律师在吗？现在网上这舆论对我们压力很大呀，总部那边问话问得很紧。廖总监，我是林默。网上的声音一时喧嚣而已，影响不了根本。真正有远见的企业，应该看到这起案件背后的社会价值和未来的群体倾向。林律师，您的意思是？很简单，永盛体育可以正式发文，明确表示支持我起诉江海一中以及江淑轩、陈安民的父母，旗帜鲜明地站在为青少年发声的这一边。支持你，林律师，您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骂？这风险是不是太大了？风险与机遇并存，支持我就是支持未来的消费主力年轻人。这笔投资看的是长远，你可以把我的原话转达给王胜董事长。好，林律师，我会立刻向王总汇报。老大，你让他们支持我们起诉父母，这……黄坚城想煽动父母群体孤立我们，那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争取年轻人这个更庞大、更有未来的群体，为江淑轩、陈安民讨公道示表。借此机会，为千千万万被压抑、被忽视的青少年发声，争取他们应有的理解和空间才是理。这不仅仅是官司，更是话语权的争夺。我黄坚城从业数十载，早已功成名就，今日站出来，实不忍见某些无良律师为博眼球，竟以故意杀人这等骇人听闻的罪名起诉深爱孩子的父母，此风不可长。果然是他。黄坚城还是老套，抢占道德制高点，利用公众的朴素情感，发动舆论施压，想让我们自乱阵脚。我们要不要发个声明回应一下？不必，现在回应只会越描越黑。让他跳，他跳得越欢，暴露的破绽就越多。夏玲，我让你重点收集的校内实物证据进展怎么样？老大，搞定了。江海一中里面那些变态校规、高压标语，比如提高1分干掉1000人、睡觉是浪费生命之类的，我都拍了高清照片和视频，还有几个之前被开除的学生偷偷提供的校内处罚记录复印件。好，把这些证据整理好，和淑轩、安民的日记、医疗记录做交叉印证。邱律师，麻烦你联系几位在教育和心理学领域德高望重、不怕事的专家，准备好出庭作证。黄坚城想打舆论战，我们就在法庭上跟他打事实战、专业战。他想用唾沫星子淹死我们，我就用如山铁证把他和他拼命维护的这套吃人逻辑一起砸碎。记住，我们的战场在法庭，不在网上。准备好弹药，3天后开庭。我要让黄坚城知道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无能律师林默，滚出法律界！起诉父母，见理难容。夏玲，冷静，别动手。可是他们……听我的，去把江淑英叫来，然后拿出你的手机，调好角度，全程录像。我就是林默，有什么冲我来！就是他，砸他！老大太帅了！拦住他们，别让他们进来！哼，谁敢再往前一步，试试看！林律师，你没事吧？没事。夏玲，视频怎么样了？完美！老大，你保护淑英的画面真是太感人了，
还有他们砸东西、冲击律所的镜头，全都录下来了，这都是证据。是有点麻烦，林律师在。把电话给林默。邱老，需要我找人帮你摆平外面的麻烦吗？谢谢邱老，不必，这点麻烦正好能为我所用。马上把视频剪辑一下，重点突出他们行凶和我们被动防御、保护未成年人的对比，配上文字：暴力解决不了问题，但法律会给出公正。明白，我马上就能。太可恶了！支持林律师。这些父母太疯狂了，我们永远支持林默。快，按林律师说的，正式发文，我们要明确支持林默，强调我们永盛体育永远和年轻人站在一起。老大，舆论变了，好多年轻人支持我们，永盛体育也发文了。看来我们借的这把力开始起作用。夏玲，准备一下，明天开庭。黄坚成还妄想用舆论压垮我们，我就让这舆论变成我们的东风。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今日，我将为千千万万含辛茹苦的父母讨回公道。林律师加油！我们支持你！现在开庭。审理原告江淑英诉被告江海第一中学王梭、杨华、江泽、李秀兰、陈国栋、刘秀梅侵权责任纠纷一案，请原告方宣读起诉状。审判长，各位审判员，我方代表原告江淑英起诉上述7名被告，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对江淑轩、陈安民2名未成年人实施系统性、持续性的精神压迫与行为控制。包括但不限于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人格侮辱、超负荷学业负担等，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拘禁、虐待被监护人，并与2名受害者最终不堪重负、发生意外、险些失去性命的严重后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同时，被告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存在严重监护失职，诉讼请求判令其被告公开赔礼道歉，连带赔偿经济损失及精神抚慰金，并建议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审判长，我方对原告方诉讼主体资格及诉讼请求本身提出严重异议。女儿状告父母监护失职致其意外重伤，这简直是闻所未闻，违背人伦常理。原告律师林默根本不是在维护法律正义，而是在滥用诉讼权利，炒作社会话题，消费悲剧，其心可诛。审判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父母之爱伟大无私，但绝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免责金牌。本案的核心是被告方的具体行为是否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其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首先是法律问题，而非简单的伦理争议。我方有充分证据证明，这种系统性的漠视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精神压迫是导致悲剧发生的直接推手。异议驳回，诉讼主体适格，诉讼请求明确，符合立案条件，请原告方继续举证。放屁！林默他这是血口喷人，我怎么可能去害自己儿子？审判长，他只是诬告。肃静！被告注意法庭纪律，再有不断喧哗，法警将代理法庭。原告律师，请继续。审判长，我方提出此诉讼请求并非空穴来风，本案并非简单的教育纠纷，而是涉及长期系统性精神压迫，导致未成年人身心崩溃，最终走向绝路，险些失去自己生命的严重事件，其性质之恶劣，必须用最严厉的法律条款予以审视。审判长，
我方对原告律师提出的故意杀人未遂这一指控表示极大震惊，这完全是对法律的亵渎，是对天下父母心的践踏。请问原告律师，你如何证明父母对子女的严格管教等同于故意杀人未遂？黄律师，法律讲求事实与证据，而非空洞的情感煽动。是否构成犯罪，需要看行为、看后果、看因果关系。我方将在后续的举证质证环节，用确凿的证据链向法庭证明，被告方的行为与故意杀人未遂在刑法构成要件上存在着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法庭提醒双方律师围绕事实与法律进行辩论。现在进入举证质证环节，请原告方出示第一组证据。老大，黄坚成果然一上来就咬住故意杀人未遂这点不放。意料之中，这是他防守最严，也是攻击性最强的地方。先让他在这点上消耗精力，我们的重点要先放在更容易突破的非法拘禁和虐待上。开场的气势已经打响，接下来就是一步步撕开他们的防线了。审判长，接下来我方申请出示第一组证据，关于江海第一中学的教学管理制度及相关实务证据，这将直观展示该校对学生实施的系统性剥夺人身自由的管理模式。请法庭看证据1、2，这些是受害者江淑轩受伤前记录的心理状态，以及其所属环境的真实写照。这些证据表明，被告方共同构建了一个极度功利、压抑、漠视个体生命价值的环境，这是一种持续的精神暴力。请法庭注意，这不是军事化管理，这是一座针对未成年人的文明监狱。审判长，我方反对。原告律师这是在偷换概念，危言耸听。请问林律师，对你好、严格要求这些词语，在这本权威词典的哪一页被解释为精神压迫？哪位教育学家敢白纸黑字的证明，父母师长的合理督促、学校正常的纪律要求，就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虐待和非法拘禁？我方认为，原告方出示的这些所谓证据，完全是对正常教育管理行为和天下父母爱子之心的恶意曲解和污名化。林墨律师，这就是在煽动对立。老大，黄建成的这完全是胡搅蛮缠。审判长，对方律师在混淆视听，试图将严肃的法律问题转化为空洞的概念之争。某种行为是否构成压迫，是否违法，不应该由单方面定义，而应该根据法律规定，并结合行为的具体程度、后果以及专业领域的判断。我方申请传唤教育学及心理学专家出庭，从专业角度阐述长期过度的压力对未成年人心理造成的伤害，以及何种程度的管理行为可能构成违法。准许原告方申请，现在休庭10分钟，请法庭安排专家证人入场。林墨，你以为找2个所谓的专家来就能颠倒是非了？你未免也太天真了。这个案子输定了，我会让你好好尝尝身败名裂的滋味。黄律师，你的对手从来不是我，是事实，是法律。另外，我建议你多关心一下当事人。你看，他们似乎并不像你在法庭上描绘的那样父爱如山，母慈子孝。请原告、被告双方及代理人返回法庭。第一回合只是拔掉了他的虚张声势，真正的教育现在才刚开始。李教授，请您从教育规律和专业角度分析江海第一中学现行的校规校纪、时间安排以及管理模式。例如，每天学习时间超过16个小时，睡眠不足5小时，禁止一切课外活动，动辄公开批评羞辱等，是否符合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规律呢？完全不符合，这甚至不能称之为教育，这是一种极端的、畸形的管理方式。它片面强调分数，完全忽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情感需求和个性发展，本质上是一种教育暴力。这种环境会对学生造成难以逆转的心理创伤。
包括焦虑、抑郁、自我否定，严重者甚至会产生轻生的念头。这根本不是在培养人，这是在毁人。反对，审判长。专家同志，我尊敬您的学识，但请您不要空谈理论。吕教授，请问您所在的教育学院每年的高考升学率是多少？您是否承认没有严格乃至苛刻的管理，就不可能创造出江海一中这样高的升学率？您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理论，是否是对广大一线教育工作者辛勤付出的否定？反对，审判长，对方律师不是在质证，而是对专家进行人身攻击和无关的劫难，其目的是混淆视听，干扰法庭的正常审理。反对有效。被告律师，你的问题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请围绕证据和专业知识进行提问。是，审判长。审判长，这些伤痕符合青少年在极度焦虑、无助和抑郁状态下典型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特征，结合江淑轩日记中反复出现的绝望、无助、自我贬低的记录，我们可以做出专业判断。两名受害者在事发前长期处于严重的心理危机状态，他们的心理防线已经濒临崩溃，而来自学校和家庭的这种持续高压、缺乏情感支持的环境，是导致他们心理崩溃的直接重要的外部诱因。这也许是运动擦伤或者意外划伤，至于日记，更是纯粹的主观臆断，甚至不排除是受到他人影响后的虚构。审判长，我方坚决申请对江淑轩的日记进行笔迹鉴定和行程时间鉴定，以确定其真实性。审判长，我方同意对日记进行笔迹鉴定。律师，为了更全面地呈现事实，我方申请出示一组新证据，来自江海一中其他在校生以及已毕业学生的匿名联合证言，以及他们冒险录下的部分音频。证据显示，体罚、公开羞辱、超负荷惩罚性作业在该校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管理手段。这些证据与之前的证据互相验证，共同描绘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这不是偶然的过失，而是一个系统性的、以牺牲学生身心健康为代价的吃人的机器在运转，而被告方的诸位正是这部机器的维护者、执行者，或是沉默的纵容者。即使学校管理存在一些瑕疵，父母管教严格一些，这又怎么能和侵权乃至故意杀人未遂这么严重的字眼扯上关系？林律师，你这是在危言耸听，是在滥用司法资源。审判长，各位审判员，我再次重申，我方起诉的是侵权行为以及其法律责任，并未直接指控故意杀人。但我必须强调的是，这种长期、系统漠视生命尊严的精神压迫，这种行为的残酷性和破坏性，丝毫不亚于物理暴力。它看似无形，却刀刀见血，诛心蚀骨。它一点点蚕食两个少年对世界的希望，对生命的热爱，最终将他们逼上绝路。这难道不是一种更隐蔽、更残酷的杀人吗？法律不应该对这种软暴力视而不见。王律师，你可以玩弄法律概念，可以煽动舆论，但你能抹杀这些白纸黑字的日记吗？你能解释这些触目惊心的伤痕吗？能面对两个孩子被碾碎的青春和险些失去的生命吗？林律师，这是啥意思？意外也算犯罪？看不懂啊，这说法太绕了。大家先别急，林律师这话里有玄机。他把意外复杂化成杀人，这是在设置逻辑迷宫。罗老师，这说法能成立吗？林默故意把水搅浑，目的不是真要定这个罪，而是打乱对方节奏。大家注意看，黄律师已经陷入逻辑陷阱了，林默真正的杀招恐怕在后面。审判长，关于故意杀人未遂的指控，我方认为，被告父母的行为使未成年子女走投无路，成为他们发生意外、险些失去生命的重要因素。被告父母自然应当承担责任。这分明是偷换概念。审判长，有关故意杀人罪的辨析暂且到此。
我方申请先行出示关于非法拘禁罪的关键证据，请法庭对比这2份作息表，左边是江海监狱服刑人员的日常作息，右边是江海一中对外公示的作息时间。这么像，故弄玄虚，看起来很像，对吗？甚至监狱的休息时间看起来更充足一些。但请注意，这右边只是江海一中对外的面子工程，真正的实情是，这才是江海一中学生真实执行的作息。凌晨5点半起床跑操背书，午休压缩至20分钟，晚自习延长至深夜11点，甚至还有精英加练到凌晨1点。审判长，各位，这已经不是严格管理，这是对人体极限的压榨。啊，什么时候转到非法拘禁了？他刚才不是还在纠结故意杀人未遂吗？要的就是这个时间差。等你理清思路，我的论证已经展开了。原告律师，请围绕非法拘禁罪的构成要件进行论述。审判长，请问是这些孩子更像囚犯，还是监狱里的人更像学生呢？审判长，这是我校学生每日就餐的环境，请看这淋巴肉做的辣椒炒肉，请看这布满油污的厨房。而根据公开资料，江海监狱的食堂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食材安全、卫生达标。我中午吃的就是食堂的辣椒炒肉。胡说八道！你这是赤裸裸的污蔑！我们学校食堂是 A 级标准。王主任 ，A 级标准就是让学生吃淋巴肉，就是让老鼠在厨房乱窜吗？需要我传唤食堂工作人员和采购清单吗？不仅仅是物质上虐待，还有精神上的摧残。这些标语、无处不在的监控、毫无隐私的搜查，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压抑的牢笼。这难道不是一种精神上的非法拘禁和虐待吗？林墨啊，你放屁！我们这都是为了学生好，你拿我们跟监狱比，你这是在侮辱教育，侮辱老师。我告诉你，我在教育局有关系，你等着。肃静！被告王梭，注意你的言辞，你再有无端喧哗、侮辱他人、威胁原告律师的行为，本庭将依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你采取强制措施。审判长，综上所述，江海一中通过严苛到反人性的作息制度、极差的伙食保障、无处不在的精神压制，共同构成了一个剥夺学生基本自由、损害其身心健康的环境。其行为完全符合非法拘禁罪和虐待被监护人罪的构成要件。因此，我方坚持申请剥夺江海一中对学生的监护权。反对！审判长，原告律师在混淆视听。学校的管理行为，即便存在瑕疵，也是在行使教育管理权和代理监护权，与非法拘禁有本质区别。代理监护权的前提是保障被监护人的权益。当这种代理演变成为系统性的迫害和拘禁时，它就已经异化为犯罪了。请法庭明鉴。对，情况不妙，林墨的证据太有煽动力了，必须让校长亲自来一趟。只有他能解释学校的办学初衷和苦衷。要快，一定要快！林墨，别得意太早，等校长到了，我看你还怎么煽动情绪。醒了，医生，三床醒了。安妮，姐，你醒了，太好了。姐，你看，是林墨律师，他在法庭上在告学校，告爸妈，他在为我们讨公道。江海一中所谓的管理，不是在培养人才，而是在制造一个个精神濒临崩溃的考试机器。江淑轩、陈安民就是这种畸形模式的牺牲品，就连孩子这唯一的一点爱好都要被无情剥夺，这难道就是我们所期望的教育吗？姐，
安明哥也醒了，在隔壁病房，他也看着呢。淑轩，我们要活下去，要亲眼看到结果。本该保护他们、教育他们的学校和家庭，却让我的当事人2个未成年的学生感到绝望，而不得不拼命挣脱，这才酿成惨祸。法律若不在此刻彰显正义，何以告慰那些被压垮的灵魂？何以警示后来者呢？被告方律师，针对原告方关于非法拘禁、虐待等罪名的指控和证据，你方有何反驳？审判长，抱歉来迟，我是江海一中校长黄明。关于我校的管理，我需要当庭说明几句。林墨律师，当你用囚犯的作息来对比我们培育了无数社会栋梁的江海一中时，你的良心真的不会痛吗？你只盯着所谓的压迫，却选择性失明，看不到我们高达97%的重点大学升学率，看不到那些从这里走出去，如今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的优秀学子。你的言论是对我们全体教职工辛勤付出的亵渎，是对千万学子寒窗苦读的否定，更是对信任我们将孩子送来的家长们的巨大伤害。肃静，被告方代表，请围绕案件事实陈述，注意你的言辞和时间。黄大律师，接下来就看你的了，你可务必扳回一城。审判长，我方坚决反驳原告方提出的故意杀人未遂这一骇人听闻的指控，这完全是在混淆视听，企图用耸人听闻的词汇误导法庭和公众。父母在教育过程中因望子成龙心切，言辞有过激之处，其本质也是督促是期望，与故意杀人未遂有着天壤之别。我国法律体系下，这完全是对法律的亵渎和曲解。更何况事发之后，4位父母痛不欲生，日夜守在抢救室外，竭尽全力挽救孩子的生命。他们的行动恰恰证明了他们内心深处对孩子的爱，这怎么能是故意杀人未遂呢？请法庭明鉴，驳回此项毫无法律依据的指控。树英，我床垫下面有本日记，交给林律师，也许有用。我明白，姐，你好好休息，我马上就去。关于非法拘禁的指控更是无稽之谈。江海一中实行的是得到家长全面委托授权的监护权管理，这是一种半封闭式的精英教育模式，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未成年学生的人身安全，督促其学业，为其创造一个纯净的学习环境。学校有完善的请假制度，学生可通过正规程序申请外出，何来拘禁之说？难道父母为了保护年幼的孩子，限制其单独外出，也算非法拘禁吗？林律师，我姐让我给你的，她说可能有用。审判长，各位陪审员，在场以及屏幕前的所有人，法律条文或许是冰冷的，但受害者的感受是真实而滚烫的。我这里有一本日记，它的主人是躺在医院里的江淑轩。妈妈今天又摔了我的魔方，碎片溅得到处都是。她说玩物丧志，考不上重点大学的话，我的人生就完了。可是那是我唯一觉得自己还活着的时刻。爸爸喝醉了，指着我的鼻子骂，说如果这次模拟考考不进年级前10，就让我滚出这个家。当他没生过我这个女儿，我知道他是气话，
可是我的心口好疼，像是被针扎一样。好累啊！我们能不能解脱？那一天，是不是就不用再背那些永远背不完的书，不用再听那些为你好了？这不是教唆杀人的直接证据，但这是长期系统以爱为名进行精神虐待的铁证。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压迫，一点一点蚕食着一个少年对世界的热爱和求生欲，直至彻底崩溃。这就是软暴力杀人。黄律师，你可以跟我辩论3天3夜的法条，但你能否认这日记里字字泣血、句句诛心的绝望吗？江疏英，不要紧张，请你告诉法庭，你姐姐江淑轩在家里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姐姐，她每天只能睡4、5个小时，天不亮就要起来学习，除了吃饭上厕所，就是坐在书桌前有做不完的试卷。爸妈跟她说话，3句不离分数、排名、成绩。她以前最喜欢玩魔方，那是她唯一的放松。后来被妈妈发现，妈妈一把抢过去，把魔方摔碎踩烂了。发生车祸的那天早上，妈妈还因为她看手机新闻骂她。杨淑英，你和你姐姐关系很好，对吗？你是否因为父母长期以来更关注姐姐的学业，而对她心生嫉妒？你的证词是否夹杂了个人对父母的报复情绪，从而影响了客观性？我没有嫉妒，我说的是事实。我就是恨他们只看得见分数，看不见姐姐快死了。我恨他们逼死了姐姐。我为什么要报复啊？我只想把真相说出来。审判长，为澄清事实，还原真相，我方申请当庭播放一段关键录音证据。都什么时候了还看手机？陈安民跳楼那是他活该，他心理素质差，就是个废物。你赶紧给我做卷子。要是考不上清北，你对得起我们这么多年的付出吗？对得起我们这么多年的栽培吗？你能对得起谁？妈，我累了，我真的累了。累什么累？你年纪轻轻的喊什么累？看你就是矫情。你要是不想学，就给我滚！审判长，各位，这就是被告方口中所谓的爱，这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通充满指责、羞辱、彻底否定江淑轩感受的电话之后，不到1小时，江淑轩这个年仅17岁的女孩，就发生了一场惨烈的车祸意外，至今还躺在医院呢。本案看似复杂，涉及学校、家庭，但内核简单而残酷。它关乎成年世界是否可以凭借为你好的名义肆意践踏孩子的身心，关乎我们的教育是培养健全的人，还是制造高分的机器，更关乎原生家庭这种隐蔽却致命的软暴力何时才能够被法律看见、制止、追责。审判长，即便父母与子女的沟通方式存在一些问题，也属于家庭教育方式的范畴，顶多是教育不当，远远上升不到刑事犯罪的高度。学校的管理权源于家长们白纸黑字签署的监护委托协议，其合理性和有效性已被江海一中多年来极高的重点大学升学率所证明，这恰恰说明了其教育模式的成果。成果？以牺牲青少年心理健康、人格尊严，甚至基本生存质量为代价换来的成果，能称得上是成果吗？这是教育的悲哀，是社会的倒退。监护权的核心是保护与促进被监护人健康成长，而不是压榨与剥夺自由。当管理本身成为最大的伤害源时，这种委托便失去了合法性的基础。审判长，既然黄明校长和黄律师都坚信江海一中的管理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不二法门，是值得推崇的法宝，那么我再次郑重建议，何不以此模式为蓝本，建立一所合格父母培训学校，让所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都进入这所学校，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为你好。
严格按照江海一中的作息时间、管理模式进行学习和考核，学业不合格、无法适应，视为不具备正确监护人，由法院剥夺其监护权。黄校长、黄律师，你们觉得这个提议如何呀？这可是将你们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全社会的绝佳机会啊！荒谬，无耻！我们的模式是针对青少年学生的，你怎么能用在成年人身上？这是恶意诋毁！呵呵，同样的方法用在你们成年人自己身上，就变成荒谬、无耻；用在未成年的孩子身上，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为你们的未来负责。黄校长，你这双标未免也太明显了吧？还是说你们自己也清楚，这套模式根本反人性？我是个好父亲，我不是。我把儿子一个人丢在国外，一年都见不了几次。我只关心我的官司、我的声誉、我的名声。我变成现在这样，自闭、抑郁，都是我的错，全是我的错呀！我有罪，把我抓起来，送我去那个培训学校吧！我要学怎么当个好爸爸，求求你们了！黄律师，黄坚成，你醒醒！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快给我清醒过来！肃静！被告律师情绪严重失控，已无法正常履行辩护职责。法警，先将黄坚成律师带至休息室安抚，休庭10分钟。老大，我们这算是赢了吗？扳倒一个律师也算赢，改变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唤醒一些麻木的灵魂，才是真正的胜利。准备最终陈述吧。现在进行最终陈述，原告方律师，请。审判长，各位陪审员，在场以及所有关注此案的人们，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看似是在争辩一个罪，判决一桩案件，但实质上，我们是在进行一场关于教育本质、关于亲子关系、关于人应该如何待人的灵魂拷问。这本日记告诉我们，我们的孩子，他们想要的其实很简单，不是堆积成山的辅导书，不是永远刷不完的试卷，更不是那些冰冷刺骨的排名。他们想要的仅仅是理解，是尊重，是一个温暖的拥抱，是一点点属于自己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而不是在为你好这面冠冕堂皇的旗帜下被剥夺一切，被塑造成一台只会考试的机器。你们爱自己的孩子吗？我相信是爱的，这份爱毋庸置疑。而可怕就在于，当爱的方式错了，爱就成了最深的伤害，最锋利的刀刃。你们或许是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但真正的根源是那个扭曲的、为分数论英雄的、将人异化为竞争工具的社会评价体系。而你们成了这个体系最忠实的执行者和加害者。本院依法判决，被告江泽、李秀兰、陈国栋、刘秀梅4人犯虐待被监护人罪，致人重伤，判处有期徒刑各10年。判得好，我们认罪，我们对不起舒轩，我们错了，真的错了。10年，如果能抵消我们对阿明造的孽，我们认，我们活该。10年，良心不清啊！黄审判长的态度，这判决背后似乎有高人指点，意在重点震慑，但惩罚真的是唯一目的。审判长，各位合议庭成员，对于判决结果，我方尊重，但就量刑本身，我方认为，对于本案的情况，10年的刑期略重。哦，
原告律师，请阐述你的理由。法律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此案根源在于错误的教育观念和亲子关系的异化。4位被告的行为固然可恨，但其本质是愚蠢的爱意，而非纯粹的恶。他们已当庭认罪，表现出深刻的悔意。我方建议，若4位被告在2审中能以实际行动真诚忏悔，并成功获得受害者江淑轩、陈安民的原谅，法庭可考虑适用判处3年、缓刑3年的执行方式。你们需要上诉，上诉的目的不是为你们自己脱罪，而是给你们一个机会，去弥补，去赎罪，去重新学习如何做一对合格的父母，去争取孩子们的原谅。审判长，我提起此诉，绝非只为将4人送入监狱，更是想借此案向天下父母敲响警钟。为你好，不应该成为精神压迫的借口。若父母不反思，子女有权用法律保护自己。此案即为先例。天啊，林律师格局打开了！原来林律师要的不是惩罚，是改变。谢谢。谢谢林律师，我们上诉，我们一定改，我们求安民原谅。记住今天的眼泪和悔恨，真正的救赎在于你们未来如何行动，而非此刻的表演。好自为之。10年，太重了。可是，林律师给了他们机会，也给了我们选择。怎么了？赢了官司还不开心啊？开心，就是老大，你说有父母陪着长大是什么感觉？傻丫头，你不是一直都有吗？你师父师母虽然严厉，但待你如己出。我们律所上下不就是你的兄弟姐妹吗？家不一定只有一种样子。我师父就会把我吊起来打，才不想听。这丫头，比起江淑轩他们，你是幸运太多了。真正的战场还在后面呢。王律师，给你个建议，在全平台忏悔你这些年来的过错，转型做公益律师，多陪陪你儿子黄轩。很多心理问题，缺的就是家人的理解和陪伴。你逼他走你的路，问过他想要什么吗？林墨，林律师，我错了，我以前不是个东西，谢谢你点醒我，谢谢。以后有用得着我黄建成的地方，上刀山下火海，我一定绝无二话，在所不辞。路怎么走，全看你自己。黄坚成，你好自为之吧。重大社会影响力事件张海一中案完结结算，奖励资金20万元，个人声望加3500，律所声望加4000，律所排名大幅提升。是我和金钱，这次开始，下一个对手会是谁呢？现在宣判，全体起立。经审理查明，被告江泽、李秀兰、陈国栋、刘秀梅4人长期对子女实施精神虐待，其行为恶劣，是导致江淑轩、陈安民2名未成年人产生严重心理问题，并发生事实悲剧的重要诱因，已构成虐待罪，致人重伤，判处各有期徒刑10年。被告江海市第一中学以追求升学率为唯一目的，建立并实行严重侵害学生身心健康、剥夺学生基本权利的管理制度，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拘禁罪、虐待被监护人罪。学校法人代表黄明、主要责任人王梭等移送检察院依法公诉。即日起，
剥夺江海一中对该校学生的监护权及教学权，限期整改。整改方案需经法院审核通过后，方可申请恢复办学。案涉学校及被告父母需向受害者江淑轩、陈安民公开赔礼道歉，并连带承担全部医疗费用及精神损害赔偿。立庭。我们赢了！太棒了！结束了。可以重新开始了。老大，你看到了吗？我们赢了，赢得太漂亮了，网上全是在夸你的，你现在是英雄了。哈，赢了一场官司而已，改变一种观念，撼动一个体系，这条路还长得很呢。朱轩、阿敏，关于你们父母的判决已经下来了，10年。10年，太长了。他们是罪有应得。法庭上，我建议他们上诉，并争取你们的谅解。如果获得你们的谅解，有可能改判3年，缓刑3年。如何选择，在于你们。谅解意味着给他们一个回归家庭，用实际行动弥补过错的机会。无谅解，法律会执行应有的惩罚。无论你们怎么选，顺和律所都会支持你。林律师，我们选择不谅解。不是因为我们恨他们，而是我们不知道，也不敢赌，他们是不是真的改了。我们想开始新的生活。好，既然如此，你们接下来的学习和生活需要有一个安排。我有个提议，顺和律所可以资助你们直到大学毕业，承担所有学费和生活费。作为条件，你们需要报考法律专业，毕业后为顺和律所工作8年。当然，如果你们将来有更好的发展，我们也可以协商。怎么样？真的吗？林律师，我们可以加入顺和？我们愿意，别说8年，10年都行。能跟着您学习是我们的梦想。那就这么说定了，好好养伤，把身体养好，未来还长呢。老大，你真是太好了，这下淑轩和安民以后就不用愁了。顺和需要新鲜血液，他们经历过苦难，会更懂得为何而战，这是双赢。林律师，有些情况不太对劲。之前主动接洽意向很强的几个大客户，包括那2家知名的教育机构，突然以各种理由推迟了签约，态度变得暧昧不清。我私下打听了一下，背后似乎有同行在联合施压，散布对我们不利的言论。林律，您看这个，网上开始出现有组织性的负面评论了，节奏带得很快，说我们哗众取宠，破坏教育秩序，挑拨家庭关系，是行业的害群之马。肯定是那帮家伙利益受损了，开始抱团反扑了，真不要脸！树大招风，我们动了别人蛋糕，砸了不少人的饭碗，有人坐不住是正常，不必自乱阵脚，但也绝不能掉以轻心。喂，哪位？林墨律师，官司打得很漂亮，恭喜！谢谢。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以为你掀开的是江海一中这一个盖子？你掀开的不过是冰山一角，它的下面是盘根错节、利益输送庞大的教育产业黑幕。你断了那么多人的财路，觉得他们会善罢甘休吗？你想说什么？一个看不惯他们做法的人。我手里有些有意思的资料，关于更庞大的网络、更黑暗的操作。有兴趣的话，明天下午3点，城南废置的第3纺织厂仓库见面了。记住，一个人来。检测到宿主达成重大社会影响力事件，正义的灯塔声望等级提升，深度调查辅助功能解锁，新任务线索：
阴影中的巨网已更新，请宿主谨慎应对。江海一中的案子暂时告一段落了，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结束。恰恰相反，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这个社会需要改变、需要帮助的地方还有很多。老大说得好，那接下来我们对付谁？是不是要乘胜追击，把那些在背后搞小动作的家伙都揪出来？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吧，风雨就要来了。不过，我们顺和律所什么时候怕过风雨？您好，顺和。是的，合作咨询，请稍等一下，我记录一下。天盛集团啊，好的。什么？之前解约的9家公司也想重启合作？这个王氏企业，抱歉，我们律所目前业务饱和，需要评估。对，收费标准也有调整。什么？永盛体育董事长王胜先生亲自预约，要谈全面深度合作。老大，你快看！我们律所的官网和你的社交媒体账号粉丝数暴涨，评论区都炸了，全是夸你和找我们打官司的。通知大家，10分钟后小会议室开会。林律，爆了，彻底爆了！之前解约那9家，还有另外20多家新公司，全都挤破头要跟我们合作，电话就没停过。而且，对方基本都接受了我们初步提出的相对提高的报价。永盛体育的王胜董事长意向非常强烈，希望尽快面谈。老大，我们是不是要发财了？声望和钱来了是好事，但别忘了，他们是工具，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接更有挑战性的案子，推动更难的改变。这些资源是让我们有底气去啃硬骨头的。夏玲，合作方筛选你来牵头，原则就一个，报价在原有市场价的基础上上浮3倍，不接受讨价还价，背景复杂、目的不纯的直接拒掉。是，保证完成任务，看我不狠狠宰。是筛选优质合作伙伴，不是宰客。明白。后财，邱律师，你们负责对接现有的流程。另外，把永盛体育的所有公开资料，尤其是商业合作模式和法务结构，尽快整理给我。好的，林律。我有预感，永盛体育这块肥肉里面可能藏着骨头。王董，线上库存基本清空了，特别是大学城区域的订单占了大头，看来支持林墨律师这步棋走得太对了。这就是流量的力量，立刻联系顺和律所。不，我亲自约林墨律师面谈，必须拿下全面法务合作，要快，展现出我们最大的诚意。部长，咱们的极盛品牌鞋怎么也放到阿迪旗舰店的链接里卖了，还卖出了不少。胡闹，这严重违反代理合同，谁干的？不知道啊，系统自动上的，还是法务部那边？先别声张，我马上向王董汇报，赶紧把链接下架。夏玲、张律师，来一下。永盛体育在各大品牌旗舰店违规销售自有品牌极盛，这是代理合同的大忌。他们的法务部是干什么吃的？这都没发现。老大，那我们是不是马上告诉王胜，让他欠我们个大人情，合作费还能再加点？不，现在说是锦上添花，等他撞了南墙，头破血流的时候再说，才是雪中送炭。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等他们法务部的内鬼自己跳出来，这份见面礼到时候才送的有价值。王董事长，你好。林律师呀，恭喜胜诉，您可是我们永盛的福星啊！不知能否赏光，尽快面谈一下合作事宜。王董客气了，我也正有此意呢。时间地点您定。鱼上钩了，准备好，我们去会会这位福星。林律师啊，久仰大名，您这一仗打得漂亮，简直是给我们这些重视年轻人的企业
打了强心剂呀。不瞒您说，我们永盛体育的股价和销量可是托您的福一飞冲天呐。王董事长过奖了，是贵公司有眼光，抓住了机遇。林律师，我直说了，永盛体育想和顺和律所达成全面深度合作，以后我们集团的法务就全权委托给你们了。至于合作费用，好商量。董事长，林律师在刑事诉讼领域的确是顶尖的，不过我们体育用品行业涉及最多的是商标侵权、合同纠纷、知识产权这些商业法务，不知顺和律所在这方面……叶部长考虑得很周全，顺和律所是综合性律所，我们有专业的商事团队，况且法律思维是相通的，核心在于解决问题的能力。我相信我们能胜任。哎呀，老叶，林律师的能力还用怀疑吗？就这么定了，具体合同细节……王董，合作的前提是互相了解和信任。在正式签约之前，我有个小小的发现，或许能帮助永盛体育规避一个不小的风险。哦，林律师，请讲。我注意到，贵公司在一些国际品牌的官方授权旗舰店里，同步销售自有品牌极盛的产品。据我所知，这通常严重违反了独家代理协议，一旦被品牌方发现，可能会导致代理权终止和高额索赔。叶穰，有这回事？法务部是干什么吃的？董事长，这可能是电商部门操作失误，我马上回去查，一定严肃处理。或许是失误，但这类失误若是被有心人利用，后果不堪设想。王董，合作的基础是合规，我想在签约之前彻底厘清这些潜在的风险，对双方都更负责任。林律师提醒的是，这件事情必须查个水落石出。叶穰，你立刻回去给我一份详细报告。是，董事长，我马上去办。哎呀，林律师，让您见笑了。您看这合作……王董先处理内部事务，合作的具体条款，我的助理夏琳会后续与贵公司对接的。我们还是很有合作诚意的。好，多谢林律师。老大，你太厉害了，一眼就看出他们有问题。刚才怎么不直接揭穿那个叶穰？直接揭穿，最多赶走一个叶穰。等事情闹大，王胜焦头烂额时，我们不仅能够拿到更高的合作费，还能顺势清理整个有问题的法务体系，彻底掌控主动权。啊，我懂了，放长线钓大鱼。喂，后才，什么事？林律，有个急案，一家叫海翼的游戏公司被北极熊集团抄袭了核心玩法，濒临破产。他们的创始人指明要您代理，起诉北极熊，委托费开价很高。北极熊集团知识产权案，有意思。接下约他们面谈。刚收拾完教育领域的烂摊子，科技巨头的麻烦就找上门。看来这场仗是越打越大了。准备一下，我们有新客人。这次的对手是真正的巨无霸。永盛体育的违规操作，叶穰绝对脱不了干系。现在点破为时过早，要等他背后的势力浮出水面，等王胜感受到切肤之痛，我们介入才能价值最大化。眼下更急的是海翼的案子，北京这块硬骨头得找个专业的哑口来干。孙权，前主的大学室友，主攻知识产权，听说在漂亮国混得不咋地，还死要面子，正好需要个懂行的来对付北京。老同学，国内有肥差，月薪3万起加提成，负责对接大客户，来不来？等你消息。永盛体育的合作暂缓，他们内部有问题需要清理。我们现在的重心是新接的案子，海翼游戏公司起诉北集团侵权。林律，这可是个大案，但对手是北京他们的法务部南山必胜可不是浪得虚名。案由是游戏玩法抄袭，
这类案件举证难，界定模糊，很容易被拖入持久战，对小公司极为不利。怕什么？老大出马，一个顶脸，告他！常规路径确实难打，所以我们得换个思路。北极熊仗着体量大、更新快，让被抄袭者追不上，官司打不赢。但我们可以在他们最想不到的地方下手。游戏玩法本身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因为它被认定是思想而非表达。但是，如果我们将特定的游戏玩法包装成一种技术创新，去申请发明专利呢？游戏玩法申请专利，这能行吗？理论上，如果能够阐述清楚其技术原理和创造性，并非没有可能。但这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尤其是专利法的实务经验。没错，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专家。我已经联系了合适的人选。在这之前，后才、秋英，你们先负责海翼公司前期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夏玲，跟我去一趟海翼公司，实地看看情况。明白。林律师，夏助理，不好意思啊，为了省钱，我们把中央空调停了。食堂太贵，我们就自己做饭了。理解，带我去见见核心技术人员吧。林律师，这就是我们的核心技术陈武。告北极熊没用的，他们更新比我们快10倍，等你们收集完证据，他们早就改得面目全非了。官司打起来，我们公司早黄了。有这时间，不如让我多写几行代码。陈先生，如果你认为法律途径无效，为什么还同意吴总他们来找我？因为他们是老板，因为他们还不死心。但我告诉你，林律师，指望官司赢北极熊，不如指望我猝死前能更新出个爆款。陈先生，你的担忧我明白，但谁说告北极熊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节奏呢？去告那些他们已经修改掉的东西呢？如果我们换个思路，不去告他们抄袭了哪个角色、哪个技能，而是告他们抄袭了最核心的、无法轻易绕开的游戏规则本身呢？并且，这个规则我们已经提前申请了国家认可的专利保护。游戏规则申请专利，这怎么可能？可不可能，试试才知道。把你们游戏最核心、最独特，也是被北极熊照搬最彻底的那个玩法机制资料给我，比如你们提到的海克斯系统。专家回信了，明天到机场接人。哼，死要面子活受罪，不过回来就好。林律，永盛体育的王董又来电话了，希望能尽快把合同签了。另外，海翼公司的吴总问你什么时候方便，想详细聊聊专利申请的事情。告诉王董，签约可以，但关于法务部监督权的那条必须删除。至于海翼那边，等孙权到了再说吧。专利的事情，他是专家。好的。还有，永盛的叶部长私下托人传话，想约您单独聊聊，表达歉意。哼，黄鼠狼给鸡拜年，回复他，有事在正式谈判桌上说。林律师，内部的问题我们正在彻查，合作的事情不能再拖了。您看合同。王董，我方意见很明确，删除法务部的监督权条款，顺和的派驻人员需要对顺和负责，这是合作的基础。林律师，我不是质疑您的能力，只是贵所接的案子似乎都是刑事民事为主，我们体育用品行业商标专利合同纠纷才是大头。您派驻过来的人，万一经验不足出了纰漏，损失的是我们永盛啊。这个叶壤说的也不无道理。叶部长似乎对顺和的业务范围很了解，略知一二。据我所知，顺和目前连一个专攻知识产权的律师都没有。林律师，您接下海翼告北极熊的案子，勇气可嘉，恐怕是隔行如隔山呐。林律，
消息，我们刚才接到漂亮国顶尖律所奥尔布特的前高级律师孙权的确认函，他已接受您的邀请，即将加盟我们社合，主要负责知识产权和反垄断业务。他的履历太牛了。好，知道了，安排好接机。王董、叶部长，看来关于顺河缺乏知识产权专业人才的担忧可以解除了。孙律师将亲自负责永盛体育的法务对接工作。哎呀，林律师，您真是深藏不露啊！连奥尔布特的大律师都能请来，这下我彻底放心了。合同就按照您说的改，马上签。合作愉快。另外，王董，关于贵公司违规销售自有品牌的事儿，我建议您不仅要查电商部，最好也查查法务流程。为什么这么明显的违规，之前没有任何风险提示呢？希望下次见面时，贵公司的内部环境能像我们合作的一样经手。告辞。老大，这个孙权律师听起来很厉害啊，这一下对付北京更有把握了。不过，北京的法务部不是吃素的，专利战只是第一步，后续的庭审、舆论都是硬仗。林律师，不好了！北京云上之巅今天凌晨又进行了一次大更新，把我们最新开发的赛克斯符文系统的核心机制几乎原封不动的抄过去了，还加了层的新包装。这我们的专利还来得及申请吗？别慌，他们把核心机制抄过去反而是好事，这等于帮我们固定了证据。把更新日志和对比截图立刻发给我，等孙律师一到，我们立刻着手专利申请。师傅，麻烦开快点。孙权，舞台给你搭好了，接下来该让南山尝尝被专利大棒敲打的滋味了。技术部那边连续加班几个月，目前所有涉嫌侵权的美术资源已经全部替换完毕了。玩法层面，我们也协助技术团队进行了全面革新。从法律角度看，目前版本基本不存在侵权风险。做得不错。云上之巅项目进入稳定期，留2个人值守，其他人全部转去万梦之星项目组支援。是，熊部长。对了，听说那个叫海翼的小公司请了最近很火的林默来告我们。熊部，您放心，这种案子就算是您这样的专家出马，也占不到什么便宜。那个林默，一个搞形式的，来搞知识产权，纯粹是送菜啊！别拿他跟我相提并论，不是一个层级的人，没有可比性。执行命令吧。云上之巅的抄袭问题好解决，林默来了也白搭。可万梦之星这项目借鉴的元素太多了，排查起来真要命。是啊，技术部那帮人就知道生搬硬套，擦屁股的活全甩给我们。没办法，公司 S 级项目，宣发费用都砸了几个亿了，必须确保万无一失。听说过去支援的奖金绩效翻倍。常规路径搞抄袭，肯定会被北极熊拖死，必须找到他们的盲点。游戏玩法本身不受版权保护，但如果将其核心机制包装成技术创新，申请专利，把游戏玩法申请专利确实是个技术活，难点在于证明其创造性和技术贡献。北极熊最近一次申请游戏相关的专利，竟然是2年前了。终端游戏中实现多人语音交互的方法和系统，看来他们扩张期重心不在专利布局上，更依赖快速迭代和体量碾压。这是个机会，他们的法务部习惯了应对美术、代码入侵，对专利战可能疏于防范。而且，万梦之星这款大杂烩游戏侵权点太多了，海翼的案子常规打法不行，我研究了一晚，决定用专利战。
专利战，林律，游戏玩法能申请专利啊？理论上，如果能够清晰阐述其技术原理和创新点，并非不可能，但这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尤其是专利法的实务经验。老大，那我们是不是要找个专利专家？已经联系了，是我的一位学长孙权，在 M 国顶尖律所做过知识产权律师，最近刚回国，今天下午的飞机。太好了，有专家加盟。在他到位前，我们先做准备工作。后才，邱律师，你们继续筛选永盛体育那边的合作细节。夏玲，跟我再去一趟海翼公司，深入了解他们的技术细节。林律师，你也看到了，我们现在真是山穷水尽了。北极熊的云上之巅几乎照搬了我们塔刀自走棋的核心玩法，我们快撑不住了。专利书写起来比敲代码还难，这么多专业术语。陈先生，如果我们不跟着他们的节奏走了，如果我们告的不是他们抄袭了哪个角色、哪个技能，而是告他们抄袭了最核心的、无法绕开的游戏规则本身，并且这个规则我们已经申请了专利保护呢。把你们游戏最独特、被抄袭最彻底的核心机制资料给我，比如赛克斯系统。老林，好久不见！要不是你苦苦哀求，我可舍不得放弃 M 国100万年薪的工作回来帮你。行了，老孙，别演了，一路辛苦，车在外面等着。老林，你是不知道 ，M 国那边竞争太激烈了，我这次回来可是下了血本。哎，知道，年薪100万嘛。走吧，孙大律师，律所还有一堆事儿等着你呢。我靠，专车，这得花我多少？老孙，这次对付北极熊，可就指望着你的专利法知识了。放心，包在我身上。在 M 国这种案子我经手多了。老大，你回来了，这位就是孙律师吧？你好，我是夏玲。孙律师，欢迎。我是张厚才。孙律师，久仰，我是秋英。老林，这是你的律所？你什么时候？说来话长，走吧，先去会议室，海一的案子要紧。老林，这案子难度不小啊！游戏玩法申请专利门槛极高，北极熊的法务部不是吃素的，所以需要你这个专家。我有个初步想法，我们不寻求保护自走棋这个整体玩法，那太难了。我们集中火力为赛克斯符文系统这个具体的、关键的且被北极熊最新版本抄袭的核心子系统申请专利。等等，你的意思是点状突破，放弃面，攻起点？没错，赛克斯系统是云上之巅区别于其他自走棋提升可玩性的关键创新。哪怕这个创新最初是海翼的，北极熊能照搬过去，说明其价值。我们把它申请为海翼的发明专利，一旦成功，北极熊要么付费，要么删除这个系统，否则就是侵权。这就像，虽然无法证明对方偷了整个菜谱，但我们可以证明对方偷了最关键的一种独家酱料配方。很形象的比喻，就是这个意思。妙啊，老林，你这个思路太刁钻了。这确实是条路，虽然申请过程会非常复杂，需要极其严谨的技术描述和法律论证，但不是没有可能。林律、孙律，那我们具体该怎么做？2步走。第一，孙权，你主导，立即着手撰写赛克斯系统的专利申请文件，重点阐述其技术实现方式、交互逻辑带来的游戏性提升，也就是创造性。第二，嘉玲，你配合孙权，同时联系海翼的陈武，我们需要最详细的技术文档和设计思路。明白。交给我，
在 M 国，我写过比这更复杂的专利申请书。介绍一下，这位是孙权律师，知识产权的专家，刚从国外回来，负责本次专利申请。陈先生、吴总、田总，时间紧迫，我们需要立刻开始，请详细讲解赛克斯系统的详细架构、运行逻辑，以及你们设计它时是如何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提升玩家体验的。好，这个随机性与策略性的结合点就是创造性的关键。我们要在申请文件中突出这一点。熊部，海翼公司那边有动静了，他们请了林默，最近还在频繁地接触一个叫孙权的律师，据说有海外知识产权背景。另外，他们似乎在大量查阅专利法的资料。专利？林默想用专利告我们，异想天开。游戏玩法专利是出了名的难申请，成功率极低。他们这是病急乱投医。不过熊部，我们还是留意一下比较好吧，万一……哎呀，不用浪费精力，让他们去折腾吧。我们的重点是确保万梦之星项目顺利上线，通知技术部按计划推进。云上之巅的日常维护交给下面人就行。等他们那虚无缥缈的专利申请下来，我们的万梦之星早就占领市场了。老林，这段关于服务器负载均衡与符文效果实时运算的描述还不够精准，需要更技术化的语言，最好能让审查员一眼看出我们解决了现有技术无法实现的问题。让陈武那边再提供更底层的技术说明。另外，我们需要找一些行业专家出具辅助证明，强调这个系统的独创性和技术贡献。老大，孙律，这比打官司还烧脑啊！这把专利之刃磨得越锋利，砍向北极熊的时候就越致命。北极熊习惯了靠体量碾压，这次就让他们尝尝被技术规则锁喉的滋味。孙律，走，专利申请书写的怎么样了？有眉目了，框架基本搭好了，技术细节也填充的差不多了。哎，老林呢？我得跟他再核对几个关键点。老大在办公室呢。不过孙律，你这才回来2天，时差都没倒过来，就这么拼？机会难得，在 M 国这种有挑战性的案子也少见，跟着老林干有劲儿。孙律，刚好有你快递，好像是 M 国那边寄来的。哇，奥尔布特！孙律，你之前真的在那么牛的律所工作啊？是啊，不过都过去了，现在这里才是我的主场。老孙，怎么样？还适应吗？当然适应，比在 M 国轻松多了。那边条条框框太多，还是国内自在，能干实事。那就好。永盛体育那边的合作合同基本敲定了。王胜董事长点名希望我们派一位资深知识产权律师过去做常驻法务顾问，我打算让你去。永盛体育让我去？那海翼这个案子，海翼的专利战是场硬仗，也是场持久战。你去永盛，一方面把他们的法务体系理顺，特别是盯着点那个业上；另一方面也是积累实战经验。永盛的业务涉及商标、专利，对你也是锻炼。这边有我和团队盯着，关键时刻需要你出马的时候，自然会叫你。好，我听你安排。什么时候过去？今天下午就去报道。王董那边我会打招呼。哎呀，孙律师，欢迎欢迎！林律师推荐的人，我绝对信得过。以后公司的法务就多仰仗您了。王董客气了，我会尽我所能，确保公司的业务合规，防范法律风险。叶部长，以后就是同事了，多多指教。麻烦把最近3年公司所有涉及知识产权、代理合同的卷宗，以及法务部的工作流程纪要拿给我看一下。孙律师，这卷宗浩如烟海，而且有些涉及商业机密。叶长，
曾律师现在是公司的法务顾问，有什么不能看的？快去准备。这个叶赏果然有问题，老林让我来，算是来对了。永盛的水比想的还深，谢让经手的几份代理合同，条款存在明显漏洞，简直像是故意留的后门，而且法务部流程记录缺失严重。意料之中。稳住，收集证据，等待合适的时机，一举清除。明白。哦，对了，海域那边，专利申请材料已经提交了，接下来就是等待审查意见，以及准备起诉状。这么快？你准备告了？先发制人，在北极熊反应过来之前，把声势造出去。别忘了，我们手里还有万梦之星这个更大的靶子。专利侵权，林墨在搞什么鬼？查！立刻去专利局查，他们申请了什么专利？专利申请书已经提交，舆论也开始发酵了。现在进入第2阶段，联合诉讼。老大，联合诉讼，除了海翼，还有谁？北极熊的幻梦之星号称玩法集合大作，实际上抄袭借鉴无数中小游戏工作室的创意。我让秋英初步接触了一下，目前已有7家工作室明确表示，如果海翼案能打开局面，他们愿意加入，共同起诉北极熊。7家？林律，这动静会不会太大了？法务部风险与机遇并存，如果成功，不仅能帮海翼赢得赔偿，更能沉重打击北抄袭模式，震慑行业。但一旦失败，我们可能会面临北极疯狂反攻。所以我们必须赢。孙权在永盛那边稳住阵脚之后，会全力支持这边的专利论证。接下来，我们的工作室第一，秋英负责继续联络，筛选有意想加入联合诉讼的工作室，签署保密和意向协议。第2，后才，你负责整理这些工作室被侵权的证据，特别是与万梦之星的对比材料。第3，夏玲，配合我准备起诉材料。我们要打北极一个措手不及，在专利审查结果出来之前，先以不正当竞争和商业秘密侵权为由，向法院申请行为禁令，禁止云上之巅继续使用涉嫌侵权的赛克斯系统的玩法。申请禁令，这么刺激啊！这是场硬仗，也是立威之战。赢了，顺和将在知识产权领域一战成名；输了，我们可能会很艰难。大家有没有信心？有。行为禁令，林墨他敢？他以为他是谁呀？熊部，专利局那边也反馈了，海翼的专利申请已经进入实质审查阶段，审查员似乎比较重视。而且，网络上开始有一些声音，讨论我们万梦之星借鉴其他游戏的问题。看来这个林墨是真要跟我们死磕到底了。通知技术部，对云上之巅的海克斯系统和天命选秀机制做技术上的模糊化处理。准备 B 方案，法务部立刻组织精干力量，研究应对策略，特别是如何反驳他们的禁令申请。我要让林墨知道挑战北极代价。老孙，这边要申请行为禁令了，需要你提供一些 M 国类似的案例知识，特别是关于游戏玩法临时禁令的判定标准。没问题，我电脑里有现成的案例库，马上发给你。另外，永盛这边，我查到叶赏可能和外部品牌方有利益输送，证据正在固定。好，永盛的事你全权处理，这边更需要你。老大，交上去了。接下来就是等待法院是否受理我们的禁令申请。北极应该已经收到风了。林律，又有2家工作室同意加入联合诉讼。林律，北极部副部长熊飞通过中间人传话，问我们能不能谈和。告诉中间人，谈和可以，条件是：第一，北极旗下所有游戏立即停止并永久不再使用涉及海翼及其他联合诉讼方专利的玩法；第二，
就过往侵权行为公开道歉，并支付巨额赔偿。第三，承诺建立原创保护机制。这北京怎么可能答应？他们当然不会答应，这只是表明我们的态度。这场仗必须打到底，只有把他们打疼了，行业风气才可能改变。林律师，1亿的赔偿金是不是要的太高了？是啊，我们之前连想都不敢想。不高，北京惯用调解拖延时间，我们必须用足够的分量，才能逼他们真正坐下来谈。当然，谈判只是表象，我们真实的目的是借此机会摸清北京线，同时联合其他被万梦之星逼到绝路的公司。林律、吴总、田总，好消息！专利局那边的 VIP 通道有眉目了，加急审核，1周内能出结果。就是需要1万块的加急费。孙律师，这公司账上最近确实……费用由顺和律所先垫付，这笔投资值得。孙权，尽快搞定专利。吴总、田总，你们准备一下公司最详细的技术资料。这专利书写起来比敲代码还难，这么多专业术语。陈工，林律派我来支援你。张律师，你可来了，快救救我！对，羁绊系统、选秀机制，把这些核心玩法全都给他注册了，看他们还怎么抄。没错，把基础玩法护城河筑起来。一亮，立刻停下，吃东西，休息半个小时。身体垮了，什么都白搭。过了，海克斯机制的核心专利通过了，公司有救了。嘿，又学到新东西了，真好。老大，专利通过了，网上都炸锅了，你怎么一点都不轻啊？这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硬仗还没开始呢。林律师，我是北极熊法务部的张晓，开门见山，1个亿的赔偿绝无可能。我建议我们直接法庭见，没必要浪费彼此时间。开口就是1个亿，简直荒谬！这钱要是赔出去，北极熊法务部还有我张晓的立足之地。张律师，调解本就未免诉讼费，价格可以谈。谈？好啊，900万，这是底线，多1分都没有。张律师，既然同意调解，还请拿出诚意来。林律师，据我了解，云上之巅项目目前处于亏损状态，1亿赔偿是否是为后续谈判留有余地？审判长，这是云上之巅与塔刀自走棋初期版本美术 UI 和核心玩法对比物，抄袭事实清晰。这些证据确实有问题，不能硬碰硬。我方承认初期版本存在借鉴，但后续已全面更新，且抄袭时段用户流量极低，影响甚微。赔偿金额，我方认为降至5000万较为合理。5000万不足以弥补我方损失，最多降低100万。老大今天的论点怎么这么常规？不像他的风格呀。林律师，看到新闻了吗？天成世界和永恒公司宣布破产了。联系上他们的创始人了吗？联系上了，但他们好像不太相信我们有能力对抗北极熊。约他们见面，带上我们刚获批的专利证书。现在就把我们的底牌亮出去，会不会太早了？他们和你们一样，是被北极熊逼到绝路的人，这把火需要更多人一起烧。林律师，久仰大名，您的庭审我场场都看，真是太精彩了。王总，有没有想过联合起来告赢北极熊呢？林律师，不是我不信您，只是告北极熊太难了，我不能连累您败了名声。看看这个，这是我们的专利，我们要联合起诉万梦之星。加入，我加入！
这口恶气我憋得太久了。合作，我签。太好了，这下我们是铁三角了。林律，接下来是不是要我去他们公司帮忙梳理技术证据？干北极熊，随叫随到。林律师，我们最多能给他900万，这是最终报价，接受还是法庭见？900万还是太低了，我希望再谈谈。随你。你不是说林墨已经撤诉了吗？这是什么？他联合了5家公司起诉万梦之星，索赔5个亿。我被耍了。这件事，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林律师，北极熊的第一笔赔偿金1000万到账了。网上好多玩家在问，我们为什么和北极熊和解了？发个声明，只提云上之巅案的和解，不要涉及专利和万梦之星。林墨，你无耻！无耻！按规矩，云上之巅的案子我撤了，但我好像从来没答应过我起诉万梦之星吧？眉头皱这么紧干嘛？哎，老林，专利有了，联盟成了，官司赢面很大呀。感觉不对，哪儿不对？秒不了北极熊啊！秒杀？老林，你目标是不是定太高了？熊飞可是知识产权领域的顶尖人物，必须秒杀才能起到最大的震慑效果。老孙，我们漏了一点东西，专利还分散在5家公司手里，北极熊很容易查到，就会提前防备了。就算他们知道了，又能怎样？那就没办法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了，得变一下啊？怎么变？成立一家新公司，叫海豹，把所有关键专利全都转到这家公司的名下。让夏玲做法人。老林，你这是不是谨慎过头了？对付北极熊，再谨慎都不为过。立刻去办。万梦之星是公司战略级项目，绝对不容有失。这一场硬仗，法务部必须赢，或者让对方撤诉。务必要保住项目和公司声誉，我们别无选择。刘董放心，此案会由熊飞副部长亲自负责。我已调查过那5家公司，他们起诉的依据无非是那些美术资源和外观专利，核心玩法专利他们几乎没有。你相信我，我们此战必胜。林墨，你搞点小聪明，偷袭一下还行。真正的法庭较量，靠的可是硬实力，别自不量力了。熊部长，法庭上靠的是证据和法律，请。现在开庭，请原告方陈述诉讼请求。审判长，各位陪审员，我方原告海逸、天成世纪等5家公司状告被告北极熊公司，其旗下游戏《万梦之星》存在大规模专利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审判长、陪审员，数日听审，事实已经非常清晰。原告方所谓的侵权，是建立在曲解专利范围、割裂游戏整体体验的基础之上的。北极熊公司尊重知识产权，但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讹诈。万梦之星凝聚了数千名研发人员的心血，是行业技术进步的代表，绝不能因为一些模糊的通用的技术特征就被扼杀。恳请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我看你还能拿出什么证据？原告方请做最后陈述。审判长，各位陪审员，被告律师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图景，努力创新，行业代表。但很遗憾，这幅图景是建立在沙滩之上。对方一直强调我方没有触及核心玩法的专利。那么，我现在就向法庭出示关于万梦之心最引以为傲，也是其宣传核心的灵魂交互系统所侵犯的我方最核心的专利证据。
这是我方原告海豹公司拥有的一项名为一种基于动态情绪识别的虚拟角色交互方法及系统的发明专利原件及认证副本。该专利申请日期早于万梦之星项目立项时间超过1年。同时 U 盘内是万梦之星官方宣传片中关于其灵魂交互系统的技术展示，与我方专利权利要求书中的技术特征几乎完全对应的对比分析。这不是巧合，这不是通用设计，这是赤裸裸的对核心知识产权的剽窃。被告北极熊公司凭借其市场支配地位，不仅肆意抄袭外部创新，更企图用诉讼技巧和舆论压力来掩盖其侵权的实质。如果这样的行为得不到制裁，如果创新者的心血可以如此被践踏，那还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还有什么创新环境可谈呢？我方坚持所有诉讼请求，要求立即禁售万梦之星，并要求北极熊公司为其恶意侵权行为付出最沉重的代价。林律师，我们赢了，真的赢了，太解气了！你看熊飞那张脸。喂，我是林墨。林律师，我是刘化腾，不必等判决了，我们认输，谈谈条件吧。刘董，请讲。第一，万梦之星立即下架，永久停止运营。第二，公开道歉。第三，赔偿金额可以按你提的5亿，但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对外宣布这是一场误会，是基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冲突，现在已经友好解决，给北极熊留最后一点体面。可以，但道歉声明需经我方确认，赔偿金1周内到账。成交。结束了，我们赢了。这场硬仗结束了，但守护创新与公平的战斗或许永无止境。只要有人还在坚持，这片星空下就永远会有梦想闪光。